太阳还未下山，村民便惊恐地躲进了屋里，并点上一盏斜熠的血烛。窗外时不时的有黑影掠过，而重伤的我穿越到并被一对夫妇带回了家。本以为得救的我，却在深夜看见两双眼睛死死地贴在门缝处，贪婪地盯着我。我知道那是领我回来那对夫妇的眼睛。这两人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半夜不睡觉，躲在门后偷窥我？恐惧瞬间便在我的脑海中蔓延开来。不对啊，我刚穿越过来，身上一个钱没有，甚至带着伤。他们在惦记着我什么？这两老登家徒四壁，消瘦如柴，难道是肉包子3个字浮现在了我脑海中？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在门缝死角处死死地盯着木门。而就在这时，我惊讶地发现木门上竟然出现了一行小字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猛地一个机灵，没控制身形，导致木床发出了嘎吱的声响。门后的眼睛也被惊动了，消失在了黑夜中。眼睛虽然消失了，但我不敢大意，翻了一个身，继续装睡了半刻钟。在确定门后没人后，我再次死死盯着木门。没过几秒，那行小字又出现了。我开始转头看向了其他物品，板凳、墙、木板，而它们的消耗的寿命各自是3天、20天、1天。我知道这是我的外挂到账了。好消息，外挂到账了！坏消息，这是个克命挂。不管了，先来1天的试试水。强化木板，强化成功，剩余寿命8年零32天。卧槽，什么鬼？我虽然是当代大学生体质，但再拉也不可能只有8年寿命。不对劲，10分有9分不对劲。即便是我摔伤严重，也不至于这么短寿。我忽然想起这些天那对老夫妇给自己喂食的肉干和浑水，或许问题出在了这些食物上。现在想这些没用，还是先看看强化过后的木板属性。一块上好的红木板，外表的红油能够防蚊驱虫，是上等货没错。看来是字面意思的强化，既然木板能强化，那我的身体可以吗？我死死地盯着双手和双脚，但并没有信息出现。我开始思考这强化系统的规则。很快我脑海中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，若是成功，说不定可以解决我眼下的危机。我从床上抠下一小块木板，将其掰成了2半，呈十字叠放在一起，随后又撕碎了一小截床单，拧成绳子，并将其系在了木板的2端，并撕扯下了几根细长的木条摆在上面，形成一副弓弩的模样。我为了保险起见，还用手沾着口水在木板上写下机关弩3字，随后神色紧张地盯着。消耗30天寿命，是否强化机关弩？哦，居然真的可以！虽然30天很多，但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，强化。哦，精简打造的机关弩配有牵引细线和淬毒箭，实乃杀人越货之利器。哦，我看着地上那冰冷的杀人机器，心中激动万分。这强化可以具象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就是有点费命。也不知道美式居合要克多少命。算了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那两老登明显不安好心，一架机关弩也不保险，得多上1重保险。我将机关弩藏在了床底，准心正对着门口，牵引绳藏在了枕头下，随后走到离门2步远的地方，用木板挖出了一个小浅坑，并在坑中插上了木条，随后又将土给填了进去。我盯着地上的坑洞，果然在一个呼吸后再度出现了强化提示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强化。60天很多，但对比小命也是不值一提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回到了床上，手中握着牵引绳，强迫自己睡下。只有养足精神了，才有力气应对接下来的一切。Nice， 苏小哥，吃饭了。来了。苏小哥，你身上的伤没好，多吃点。我看着桌子上用破旧木碗盛放的黑色米糊，但经过昨夜的事情，我又怎么敢吃？喂，老丈，我这几日一直吃你们的东西，却没有任何回报，太说不过去了。你们吃吧。苏小哥，我们老两口没什么食欲，吃吧，吃吧。说着，魏老头的一双眼就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知道此事我若不吃，这老登肯定会起疑心。况且我也需要吃些食物来补充下能量。这米糊我吃过，很明显暂时还不致命。这几天多谢2位的照顾，我伤势好的差不多了，准备过几天就走。你想走？你要去哪？你想去哪？听到这话，那本是平静的老太忽然站了起来，面容更是变得狰狞，双手抓着我的胳膊。突如其来的变故将我吓了一跳，我本能的想要挣脱，却发现自己的胳膊如同被铁钳钳住一般，竟动弹不得。看来我的推断没错，这2个老不死的虽然年纪比较大，但力气惊人。从他们把我扛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了，还好没有贸然出手，否则我还真不一定是他们俩的对手。我也还没想好，再休息1-2天吧，等你伤势再恢复一些了，再离去。那就听老丈的，我回屋休息了。他好像发现了。明天就是去道观的日子，来得及。早上我出去打听了一下，昨晚马老头一家死了。上一次去道观，他们没凑够祭品，看来是没换够血烛，被鬼影吃了。我们的血烛也不多了，不过还好这一次能换不少。这么新鲜的血肉，说不定还能换不少仙丹。那今晚动手？今晚便动手。要不要下点药，迷昏再动手？不用，我还饿着呢。除去明天上供的那份，还能剩不少呢。
也是，那动手吧，这么新鲜的可不多见。我在门缝死角处冷冷地看着一柄小刀从门缝后穿了进来，抵住了门栓，并徐徐向上挑动起来。这两老不死的今晚便要动手了吗？这样也好，死了一了百了，活了也不用每天晚上提心吊胆的了。我在床下布置了一架机关弩，门后还挖了一个深坑，坑中插满了尖锐的木刺，这些都是我强化出来的产物。虽然我准备齐全，但也只有50%把握，因为我穿越的这个世界很诡异，这里的人似乎力气都很巨大，且黑夜中有某种怪物在徘徊，危机四伏。门栓在魏老头的控制下缓缓地向上移动，不多时便完全挑起。魏老头见此不再迟疑，推开木门冲了进来，可还不等他高兴，脚下一空。外乡人，我要你死！肉爸，那老太一跃而起，瞬间跨过了门口的大坑朝我过来，但我早有准备。这机关弩这么猛，果然一分寿命一分货，良心。这是窗户被破坏的声音。不好，这老登是想打开窗户，让某种未知的存在进来。我持起床下的机关弩，便冲出了客卧，往客厅而去。我刚来到客厅，便看见窗户被破坏，老太脸色狰狞地朝桌上那盏血烛抓去。外乡人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！我不知道那老太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我知道黑夜里有某种恐怖的东西。我来不及看老太到底死没死，因为油灯熄灭了。与此同时，一股莫名的恶意袭来，一道阴冷异常的风吹入了屋内，我浑身一凉。窗外传来了诡异的笑声。我快步走到桌前，拿起血烛，来不及多想，我没有打火装备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强化上。我死死地盯着血烛，等待强化提示。但窗外的东西似乎也察觉到了这里失去了烛光保护，一团漆黑的鬼影从黑夜中袭来。鬼影还未到，我便发觉我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，这是血液流逝的迹象。不过好在血烛上终于浮现出了一行小字：消耗80天寿命，是否强化解除？80天还能接受。强化，只是瞬间强化便完成了，血烛变了一盏古灯，暗红色的火光将整个屋子笼罩，鬼影也在火光的照耀下显露了出来。那是一团密密麻麻的黑色怪虫，被火光笼罩的虫子竟纷纷爆裂开来，而虚空中出现一条条一样的字样：杀死鬼影，寿命加0.1天。获得寿命的方法是击杀黑夜中的怪物吗？我不由将目光转移到墙上没有动静的老太身上，不由有点疑惑。是人不行，还是说普通人不行？就在我思考问题时，我发觉我身体中的虚弱感越来越强烈，这让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吸引黑色虫子来收集寿命的想法。这些虫子有远程吸取血液的能力。我拾起地上的木板，将其覆盖在窗户上，双眼死死地盯着，等待强化提示。消耗5天寿命，是否强化窗户？强化成功，剩余寿命8年零38天。就这么一小会，居然获得了几个月的寿命。等养好了身体，或许可以多来几次。我强压下心中的喜悦和恶心感，开始收拾屋子。这下你们2个老登在下面也能团聚了。虽然你们想吃我，但总归是欠了你们一丝因果，今日也算偿还了。感叹过后，我开始查看这次的战利品：1块小肉干，1碗黑色米粒，1本画册，上面还画有简陋的地图，且3样物品上都出现了一行小字：消耗10天寿命，是否强化特殊品种羊肉干？消耗28天寿命，是否强化黑紫米？消耗60天寿命，是否强化地图？特殊品种羊肉干。卧槽，这该不会是……我扔掉了手中的肉干，直接跳过了黑死米，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玩意。我看向仅剩的地图，用木炭在封面上写下了实时动态4字，又在右下角写下了不缺的3字：实时动态地图，高科技产物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消耗1年零28天寿命，是否强化地图？我眉头一挑，也没犹豫，直接选择了强化。这个世界太诡异了，没有地图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强化成功，剩余寿命7年零11天。流沙图以风向变化、土地沙石走动判断天地万物的地图，请记得随时关注它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。这张牛皮纸上标注了许多符号，有红叉、草叶、树木、山体、兽头、城镇、村落等等，而我现在所在地是一处村落的标识地。这个村子原来叫小潭村啊！不过这巨大的红叉是什么地方 ？Boss 还是绝地，离小潭村有点近啊！我将红叉所在地深深地记在脑海中，便将地图收了起来。这个世界既然有诡异力量，是不是也可以修仙？想到这，我找来了一件旧衣服，用剪刀将衣服裁剪成了一片片长方形的布块，并将这些布块叠放好，用粗线穿在一起，并用炭笔在布片上画上做着各种不同动作的小人。随后在第一页写下仙侠2字。消耗1462年零7个月，是否强化星辰炼体诀？请注意，当前剩余寿命7年零11天。我操，有1000年寿命，我还修个屁的仙！一切的恐惧皆来源于火力不足，爆火离地就完事。强化提示声将我的修仙梦给浇灭了，但我还是不死心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危险了。我将封面的仙侠涂去，用木炭写下高无量。消耗132年零7个月，是否强化葵花神典？不要以为换了个马甲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葵花宝典。我胯下一凉，默默地将高武也涂去，写下了基本武学。消耗6年零7个月，是否强化长青功？
遮不了寿命，上不了山，说它是一种智慧。强化。一本十分不错的那家心法，主打一个中正平和，延年益寿，虽平庸但妙用无穷。延年益寿，所以我这是贷款上班嘛，花寿命买寿命，赚个利息钱。话虽这样说，但这不耽误我修炼长青功。我当即躺平，想了想，修炼姿势开始修炼，仪式感很重要。短短10几分钟后，我便感觉到了一股灼热的能量从自己的小腹处涌出，在身躯中游走。我沉溺在了修炼中，不知不觉天亮了。Nice。身体轻松了好多，果然是一分寿命一分货。祝某人说的对，梭哈是一种智慧。有人敲门，会是谁？魏老头，时间到了，该去道观了。什么情况？魏老头这是约了邻居去道观上香，这诡异的世界居然有道观存在。我在想什么？魏老头被我反杀了，现在该考虑的是这门开还是不开。我大脑开始飞速运转，但门后之人似乎等得不耐烦了，从敲门开始变成打门了。我知道就算我不开门，这破旧木门也坚持不了多久。我快速抱起机关弩，将其固定在正对木门的地方，并用布条遮掩住。我握着机关弩的牵引绳来到门的一侧，准备开门。喂，是你啊？魏老头呢？昨天出去打猎受了伤，躺在屋里动不了呢。我也没说谎，魏老头昨夜想杀我，现在也确实躺在屋里的濒死，一动不动。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学人打猎，怕是被鹰啄了眼啊！不对劲，这老登似乎是猜到了。我悄悄握紧了手中的牵引绳，一有不对就立马拉动，并第一时间强化木门。虽然我的寿命不多了，但小命要紧。既然魏老头不方便，你就代替他去道观吧。道观是什么地方？一定要去吗？看来魏老头把你捡回来，没跟你说啊。还请劳烦老丈告知。黑夜中的那东西，想必你也看见了吧？你是说那诡异的虫子？知道就好，不用我多费口舌了。那些怪物只怕血珠的烛光，血珠不多了吧？不想死就跟我们一起去道观，求一些血珠。老头说完，我便察觉到了一道道贪婪又诡异的目光盯着我。我往外看去，只见村道上站了数十道干瘦的村民，大多数人都背着包裹。我隐约还看见这些包裹皆被红色侵染，有些甚至还往外滴着某种液体。我头皮发麻，不敢多看。这些村民，他们看向我的眼神不对劲，就像是等着我拒绝，然后将我变成他们的猎物。感谢老丈告知，我需要带些什么去道观？有肉带肉，有血带血，什么都没有就带自己。听到老头这话，再看向远处那些村民的包裹，我顿时知道这些村民的包裹中装的是，就是不知道是野兽还是羊肉。行，你们等我下，我收拾一下东西。我不等老头答应，关上门后便开始收拾起东西来。机关弩是我唯一的防身装备，必须带上。至于血色古灯，我并不打算带上，原因很简单，血灯是我通过强化血烛获得的，若是被道观发现了其中的奥妙，绝不是好事。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应该没什么遗落了。等等，刚刚那老登似乎说了一句话：有肉带肉，有血带血，什么都没有就带自己。不能冒这个险。我急忙走到卧室，强忍着恶心爬下了坑洞。等我爬上来，背上已经多了个10来斤重的红色包裹。我将红色包裹和装着机关弩的包裹装进了一个大包裹中，便打开了门走出去。人气啊，抓紧时间赶路，必须要在天黑前抵达道观，否则大家都得死。出了村的我开始观察起四周，并拿出流沙图开始印证地图的准确性。这流沙图果然神奇，路线标注的十分清楚，就连一些草药也都会动态显示位置。但很快我便不细心了，因为我发现队伍行进的方向好像是地图上标注的红叉位置。我勒个大豆，不会这么倒霉吧？要不然跑吧，若是道观便是地图上的红叉，那我这绝对算得上是羊入虎口了。不行，血色古灯中的灯油有限，若我不能获得更多的血烛，恐怕就得葬身黑夜。而且这些村民似乎也不是第一次去道观了，现在也活得好好的。我决定冒险一搏，道观虽有危险，或许还不致命。就这样，太阳下山前，我随着人群赶到了道观。诸位来得正好，请随我入关吧。我跟随人群走进了道观，来到了后院，院中有一数米高的雕像，雕像下盘坐着一道人。贫道白云子，诸位可是来换取血烛的？仙人，救救我们吧！那能抵挡怪物的血烛和粮食都用光了，还请仙人赐下血烛和粮食。好，知道的是在磕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群村民在锄地呢。你们这样让我还怎么融入你们？不过又送粮又是送血烛的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这道观是正经道观，而非绝地。可若是如此，地图将这里标注红叉，又是代表什么？宝藏吗？我心中的不安不降反增了，心中暗骂村民的疯狂。我不想跪拜，但这情况不败的话，大概率会被盯上，只能一边跟着村民们祈求，一边观察起四周。
这次居然又有生面孔，只是一个普通人吗？连武者都不是，应该不是阴阳宫的人。既然不是那群妖人，那就是好事了。快了，血肉神像就快要成了。无量天尊，法宝和粮食，贫道皆可赐予你们。不过尔等也需进贡，便按照老规矩。仙长大恩，我们晓得。我等愿意献出贡品，求仙长保佑，保我度过灾劫。村民们言语激动，纷纷打开随身的包裹，里面果不其然全是野兽的尸体，我甚至还看到了羊的尸体部件，而那些没带包裹的皆伸出双手，浑身忍不住在颤抖，似乎是已经猜到了结局。我就知道这道观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原来在这等着，幸好我多留了个心眼，带了2条羊腿。我双眼警惕地盯着那道人，一有不对我便会持起机关弩反击，虽然这样做的下场可能会很惨，但我没有选择。无量天尊，你们的心意贫道我收下了。一股熟悉的恶意袭来，我带来的羊腿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干枯起来，就像是被某种存在吸取了血肉，而那些只带上自己的村民本就干瘦的身躯变得更为干瘦。就在我思考这股熟悉感来源哪里时，一阵眩晕之感袭来，村民们原本痛苦惊慌的神色只是瞬间便转变为狂热，口中反复呢喃着。我知道这是精神污染。就在我绝望时，丹田中涌出一股热流，冲散了我脑海中的眩晕感。这是长青宫的内力，这波梭哈强化长青宫不亏啊，否则今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哪是什么道观，简直就是妖官、妖道。等等，妖道普通人没有寿命加成，那妖道呢？或许这也是一个增加寿命的办法。我隐约有点心动了，但很快便被眼前的景象和现实给打回了原形。等有实力了再做尝试。这股远程吸取血肉的能力和黑夜中的怪物很像，就像是怪物的加强版。该死的，这该不会是在养猪吧？我顿感头皮发麻。若黑夜中的怪物来源于这道观，那我就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平推道观，要么就是逃离此地。而就在我左右衡量之时，围绕着我的恶意开始褪去。我放置羊腿的包裹中出现了一盏全新的血烛和一小块肉干，而当我看向其他村民时，他们的包裹中基本上都有血烛和肉干，甚至我还看见了丹药。法宝、仙丹、粮食皆已赐下。山脉夜间不太平静，尔等随青云子前往客房休息一夜，再回去吧。你们便在这歇息一晚，明早再离去。我看着眼前的3间客房，犹豫了会选择了中间那间，毕竟早晚会出事。房间内有股淡淡的臭味，我也没多想，学着村民们睡在了席上。村民们很快便打起了呼，不过我不敢睡着，眼睛虽然闭着，但精神一直紧绷着。前半夜很安静，就在我迷迷糊糊之间，一阵诡异的笑声将我的困意完全驱散。今日又是这些村民上供的日子了。是啊，每次上供都可以好好吃上一顿呢。1、2、3，我们选哪个？小孩子才做决定，我全都想要。不行，被师傅发现了可没我们2个好果子吃。行吧，我等不及了。冒靠，这又是什么？一人一个，还难着吃掉，要不要玩这么大？我默默地将机关弩放置在身侧，并用包裹覆盖，眼睛微张地盯着门口，心中祈祷门外的怪物千万不要选择自己这间。但是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，脚步声停在了我所在房间外，紧接着那本是紧闭的房门被打开了。就选靠墙的最后一个吧，也不容易发现。不行，选第一个，最后一个太远了。听我的，最后一个安全。当然选第一个，完事后赶紧走。那不如一人一个吧。这个办法好。这又是什么怪物？美人蛇还是双头？我苏某人可不好这口，要不要搞这么大？这到底是个什么世界？还好我的位置虽然靠后，但不是最后一个，这波应该是稳了。就在我自我安慰时，怪物开始慢慢靠近。怪物在路过我时，其中一个脑袋似乎发现了新大陆，我心中咯噔一下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这个人气血好强啊！真是不多见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选最后一个了，我要他。不行，血肉神像最喜欢这种气血强的人。走吧，这个人肯定被师傅盯上了，要是师傅知道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说的也有道理，可是我真的好想要他呀。好像是躲过了一劫，不过这怪物说的血肉神像是什么？庭院中那座数米高的雕像吗？还有他们的师傅是谁？白云子还是青云子？不管是谁，我现在的处境都极为危险。这群妖道现在不动手，肯定是有我不知道的原因，或许是想榨干我身上的每一片血肉，就如同这些村民一样。不行，等天一亮，必须要离开小潭村，离开这座诡异的道观。就在我暗暗下定决心并松了一口气之时，我还是忍不了，我们一人一半吧。你疯了，师尊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不，
我刚刚探查了，这个人体内没有血煞。师尊他虽然喜欢血气强盛的身体，但前提是身体已经被血煞完全侵蚀了，而不是现在这一具正常的身体。可血煞入侵是迟早的事，我们现在摘了果子，师尊他也一样不会放过我们。我讨厌犹犹豫豫，大不了我们再出去抓几个普通人进来，全上空缺就行了。真是，我开始心动了。那说好了，一人一半。我要上边。不，我要上边，你要下边。行了，各退一步，我要左边，你要右边。这个办法好。我顿感头皮发麻，最坏的结果出现了。我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，我迅速拿起藏在包袱底下的机关弩。我不敢去看那怪物死没死，并不是我不想补刀，而是机关弩不能连发，重新上弩箭是需要时间的。这座道观的敌人可不止这一个，我需要第一时间逃离这里。至于黑夜中游荡的怪物，有血竹在，还有一线生机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好痛好痛，他的神智居然是清醒的，该死该死！现在可不是抱怨的时候，好不容易到嘴的鸭子，还不能就这样跑了追。该死的，居然没能射死这怪物！前面左转，然后再右转，便是道观的大门处了。按这个速度，应该来得及。我拼尽全力的运转长青弓，速度再度快上一分。而美人蛇由于蛇尾受伤，竟被我拉开了距离。我看到了道观敞开的大门，近了，越来越近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门是敞开的，且道观内的妖道也未出现，但这是我唯一的生机。我不敢迟疑，装入了漆黑的夜色中。师傅跑了，他跑不掉的，我们继续追。不用追了。完了完了，师傅发现了。师傅，弟子知错了，我们现在就将美人给追回来。错，何错之有？你们不仅没错，反而有功。师傅，您就别开弟子玩笑了，认打认罚我们都认了。一个普通人又怎么可能逃出关外？可不要忘了，现在可是黑夜，外面可不平静。他想要活下来，就得点上血烛。血烛可是由血煞炼制而成，点上血烛，虽然可以在鬼影鳌的包围下活下来，但自身也会被血煞入侵。而鬼影鳌本就是血煞的一种，血烛消灭鬼影鳌，双管齐下。只需要一夜，那年轻人便会被血煞完全侵蚀，以他的气血之力，完全可以顶得上10个村民。虽然这样做会消耗一些鬼影鳌，但这里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，有了它，血肉神像定可提前圆满。恭喜师兄，天亮后师弟替师兄将这大药采摘回来。这小潭村的村民和周围的野兽也快被血煞完全侵蚀，要不了多久也可以采摘了。血肉神像一成，师兄定可突破瓶颈，迈入玄机境。你无需羡慕，这一次献祭有功，我会向官里如实上报，到时赏你1尊白玉像。多谢师兄。那怪物没有追来吗？我松了口气，但很快不安的情绪再度充满我的内心。无他，黑夜中太安静了，甚至听不到虫鸣声。我不由联想到黑夜中那恐怖的虫子。我不知道黑夜中除了那虫子还有没有其他怪物，但我必须趁怪物还未袭来，提前做好准备。我快速从包裹中掏出血烛，将其掰成2节，将其中1节放回背包后，我死死地盯着剩下的半截血烛。消耗100天寿命，是否强化血烛？怎么是100天？上回我强化血烛只消耗了80天寿命，难道是和血烛的大小有关？我虽然疑惑，但现在很明显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2月01天。一盏可以消磨低等煞气的古灯，效果强悍，并配备了点火装置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点亮它有可能带来不幸。我将机关弩挂在包裹上，点亮血灯，拿出流沙图，开始规划远离这里的路线。很快我便将路线规划好，我将血灯熄灭，借助月光开始赶路。但就在我走下山后，一阵阵诡异的笑声从远方传来。这笑声是鬼影鳌吗？他们发现我了！一股熟悉的恶意袭来，我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。这是鬼影鳌远程吸取血液的。我连忙将手中的血色古灯点亮，伴随着虫子爆裂的声音，一道半径约有3米的血光将我包裹，同时也隔绝了鬼影鳌远程吸取血液的。杀死鬼影鳌，寿命加0.1天。随着鬼影鳌的聚集，虚空中的字样开始疯狂浮现，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恶意。我的血液在缓慢减少。这样下去不行，鬼影鳌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连血色古灯也不能完全保护我了。恐怕还未等我逃离小潭村和青云关，就会被吸成干尸。既然1盏血灯顶不住，那2盏呢？我连忙取出包裹中的半截血烛，双眼死死地盯着。是否消耗100天寿命？强化血烛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3天。我连忙点亮刚强化的血灯，邪异的红光扩散，原本半径3米的红光扩散到了4.5米。
恶意还在，两盏血灯都不能完全隔绝吗？也还能接受，短时间内不用担心血液不足的问题，希望黑夜中没有其他的怪物。我分辨了下方向，顶着血光开始赶路。我不敢走快，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，我的视线只剩下被血光覆盖的区域。数小时后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，脸色难看的盯着一块石头。该死的，怎么又回到了这里？我明明没有改变方向，流沙图的行进方向也没问题，那问题出在了哪里？鬼打墙吗？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双眼死死地盯着流沙图。我所在的位置已经在地图边缘地带，往前看去是一片黑色的区域。刚开始我还以为和游戏一样，需要点亮区域，流沙图才能显示出来。但现在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结合现有的信息，我心中隐约已经有了猜测。假设鬼影鳌是青云关妖道搞出来的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那想吃了我的美人蛇说过一句话：师尊他虽然喜欢血气强盛的身体，但前提是身体已经被血杀完全侵蚀了。血煞是什么还不清楚，但血灯的功能便是消磨煞气。既然血灯可以杀死鬼影鳌，那就说明鬼影鳌也是煞气的一种，而且很有可能便是血煞形成的。血灯是通过血烛强化得来的，那血烛肯定也有类似的功效。既然血烛可以对抗鬼影鳌，那白云子绝不会好心的将血烛送给村民，这里面肯定别有目的。而白云子的目的是让村民被血煞入侵，那血烛的作用很有可能便是血煞入侵，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时间，所以那白云子为了不让村民们逃离出去，便将这片区域给封锁了。我脸色很难看，若真如我猜想这般，想要离开小潭村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解决弄出问题的人。不过那白云子和青云子的实力不详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想做到这点很难。或许我可以转变下思路，既然我的金手指可以强化活物之外的东西，那可不可以让我离开这鬼地方？我快速用手蘸着泥土在衣服上写下，穿上可成功离开小潭村。是否消耗6年寿命，强化粗布衣？我心中一喜，我现在的寿命还有7年多一点，刚好够。但很快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处处透露着诡异，若是外面的世界也不安全呐。我压下心中的喜悦，不敢冒这个险。小潭村很危险没错，但危险已经浮出了水面，而且这里还可以刷寿命，只要寿命够多，平推倒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看着依旧围得密不透风的虫群，这是一个机会，获取大量寿命的机会。虚弱感越来越强了，必须要补充血液了，否则很有可能因失血过多而死。我从包裹中拿出一块大肉干，用弩箭在上面刻下了补充气血。是否消耗60天寿命，强化特殊品种羊肉干？干，你就不能将特殊品种4个字删掉？强化一种可以快速补充气血和填饱肚子的羊肉干，但需注意的是，食用它很可能带来心理压力。我默默地看着手中的羊肉干，心一横，眼一闭。不得不说，1分寿命1分货，良心。很快上半夜过去了，鬼影鳌的数量也不再遮天蔽日，稀稀疏疏的开始退去。杀死鬼影鳌，寿命加0.1天，当前剩余寿命16年07个月。永生不是梦啊！可惜了这些，鬼影鳌的数量有限。我开始思考平推道关的办法，功法秘籍直接被我排除了。我时间不多了，我将思路放在了武器身上。很快我便有了个想法，想到便做。我用弩箭挖出一堆泥，随后打开一盏血灯的盖子，将里面的灯油倒出一半，浇到泥土上。随后我将泥腿捏成了一把枪的模型和一个圆柱形物，并用弩箭在上面刻下了喷火枪无后坐力字样。是否消耗10年寿命，强化喷火枪？卧槽，10年要这么多？我有点犹豫，但又想起了被美人蛇和妖道支配的恐惧。干了，1分寿命1分货，强化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6年0210天。一把可以净化煞气的喷火枪，枪身由特殊金属打造，搭配液压缩油罐，总重量20公斤，火焰温度恒定在1200度，可持续喷射20秒，最远射程30米。很可惜它没有某球队的持久度。好沉，幸好加了个无后坐特性，否则就我这身体素质，估计会被喷火枪直接抬走。就在我好奇打量我的新武器时，一阵嘈杂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伴随着的是一股阴冷的气息袭来。有东西过来了！等等，这个方向是地图还未显示出来的未知区域。我抱着喷火枪开始缓缓后退，这股阴冷感给我一种陌生的感觉，绝不是鬼影。没过多久，我便看到了令我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这是蝙蝠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么多，这么大！蝙蝠没给我多少路，遮天蔽日的朝我袭来，100米、50米、30米，进入喷火枪的射程。但现在不是开火的时机，10米、5米，就是现在！我抱着喷火枪在原地转了2次，炽热的火舌戳破了周围的。
有时消失，天空中下起了一片火雨，细细看去，还有一缕缕飞烟在扩散。而剩余的蝙蝠见状四散而逃。杀死瘟疫蝙蝠，寿命加0.3天。虚空中的字样密密麻麻的开始浮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00。这威力没得说啊！不过寿命只加了60天，但烽火枪的燃料却损耗了30%，这样算有点亏啊！我看向了蝙蝠来的方向，外面的世界绝对比小潭村还要危险。小潭村估计勉强也就算是个新手村，不过这群蝙蝠既然能进来，那说明小潭村的封锁是准进不准出。就在我思索加感叹时，我突然感觉身体发热，头晕目眩。我这是中毒了，什么时候中招的？瘟疫蝙蝠，瘟疫什么鬼瘟疫能在上千度高温下传播？该死的，身上的羊肉干也吃完了。我将目光看向了地上那一片狼藉的焦炭，打消了强化蝙蝠肉的想法。我随手摘了一颗宽大草叶，用指甲在上面写下可解瘟疫蝙蝠的毒素，可食用无毒。消耗50天寿命，是否强化野草？果然，从无到有，消耗的寿命呈几何倍增加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6年零220天。毒素虽然解决了，但身体还是有点虚弱，不能继续待在野外了。我捡起地上的喷火枪，根据流沙图找到了一处山洞，消耗了30天寿命。强化木材将山洞封住，只留下数道细微的孔洞，并用机关弩布置了一道机关。若是有人闯入，机关弩会第一时间发射，而弩箭的破空声定会将我惊醒。Nice， 师兄，换我何事？你不是想替我采摘大药吗？昨夜逃走那小子经过血煞的洗礼，应该已经被血煞完全侵蚀了。你下山去将他带上来。师弟定将那小子给带上来，还请师兄放心。师尊，您怎么不让弟子替你去抓人？是呀，师叔他绝对会偷吃的。哼！我知道。那师尊你还让他下山？封锁这里的阵法我做了改动。除了我，现在没人可以出去。你师叔的血肉可比那年轻人的强太多啊！那白云子真不是个东西，我为他忙前忙后，才许诺帮我申请一尊白玉像，而不是直接给我。你不然别怪我不义，等我吃了你的大药，便将这里的消息卖给阴阳宫的妖人。师兄啊师兄，你的价值可比一尊白玉像高。身体恢复了不少，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小潭村的村民应该已经下山了，或许我可以从他们手中借一些血竹，用来强化一些针对煞气的武技。我打开流沙图，开始规划回村的路线，但很快我便发现，原本标注的红叉的道观中，正有一个小一点的红叉缓缓分离了出来，并朝着我这边移动而来。红叉代表危险，有危险朝我来了。道观的红叉还在，这说明敌人没有倾巢而出。会是谁？美人蛇还是那2个妖道？他们又是怎么发现我的？不管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，这是一个机会。我开始准备起来，我将机关弩的牵引绳拉好，必要时脚一碰便可发射。随后我用泥土捏了一把铲子，在付出了20天寿命后，开始在身体前方至洞口处挖了一条40-50厘米深的浅坑，箍上树之后，将泥土盖在了上面，并在泥土表面写下深10米的陷阱。10米够吗？那妖道似乎会妖法。我将10米涂去，改成了20米。是否消耗120天寿命，强化大型陷阱？要是有时间再挖深一点，说不定消耗的寿命还能再少上不少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6年零50天。一个普普通通的陷阱，长10米，宽3米，高20米。还有6年多寿命，要不要再准备点后手？我看着眼前平整的地面，最终还是放弃了，因为我不清楚杀妖道有没有寿命加成。若将全部寿命用在了这个敌人身上，那我唯一的退路也没有。我掏出流沙图，时刻盯着红叉的位置。数十分钟后，红叉已经快要和我重叠了。来了！这里的黑夜不仅游荡着怪物，还有将2角羊圈养起来的妖道。而今天妖道盯上我手持喷火枪，洞口还挖了个20米高的深坑，且还布置了一道机关弩。躲在了山洞里吗？我记得这个山洞以前可没有木门。有点意思，这小子虽然只是普通人，但昨天在道观，师兄的血煞也没能侵蚀他的心智，反而让他跑了，没必要去冒险，演成享用美味也一样。一股熟悉的恶意袭来，我能感觉到血液在飞速流逝。这是鬼影鳌远程吸取血液的能力。不对，鬼影鳌只会在黑夜出现，是门外妖道搞出来的。反派不都是没脑子的货色吗？我立马点亮放在一旁的血色补灯，诡异的血光将我包裹，隔绝了大部分恶意。血液流逝的速度虽然减低了，但按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半小时，我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。我尝试运转长青功，虽然有效果，但也只是延迟死亡的到来罢了。
要不冲出去干正面，不，再等等，再等10分钟，这妖道绝不可能无任何消耗的施展这诡异术法。我不知道我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，但现在冲出去拼命，我能依靠的就只有手中的喷火枪。若是被妖道躲开，那我必死无疑。我必须要赌一把。真是令人陶醉的味道。不对劲，血中没有血煞的存在，这小子昨夜居然没被血煞侵蚀，摄取血液的速度也不对劲，只有正常速度的1%。看来那小子身上有宝物。不过按这个速度下去，还没等我将其吸干，我便会因消耗过多煞气而陷入虚弱状态。那我后续的计划不仅会失败，还要承担师兄的怒火。一普通人一晚上能干什么？翻船不存在。话虽这样说，青云子也调动了身体中所有的血煞之力，他准备见面就开打，不给敌人一丝机会。就是现在！炽热的火泽覆盖了人。5秒、10秒，系统提示声并未出火。我不知道是杀妖道没提示，还是妖道还活着，但喷火枪就只剩下4秒，喷火时点3秒、2秒。给我死！喷火枪最后的燃料也耗尽，我连忙扔掉，抱起机关弩便开始上弩箭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击杀青云子，寿命加8年零67天。死了！20米高的坑洞，摔不死就算了，上千度高温烘烤10来秒，居然也没第一时间死去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不过幸好击杀妖道也是有寿命加成的，而且还不少。若是将美人蛇和白云子也给干掉，寿命岂不是直接起飞？哈哈！我看了眼还在燃烧的青云子，心中有点遗憾，因为战利品很可能已经被上千度的高温烧没。青云子虽然死了，但那白云子的实力绝对远超青云子，更别说还有一条美人蛇。我现在剩余的寿命是14年零117天，要好好利用一番，提升下实力，应对接下来的危机。喷火枪的燃料必须补充，可惜了，同一件物品不可以2次强化，我得找个容器，利用水和血灯中的灯油来强化出能对付煞气的燃料。身体素质也需要提升一波，光是抱着喷火器就感觉有点吃不消了。我记得小潭村的村民好像有人在道观中获得了丹药，或许我可以强化丹药来提高身体素质，这样能省下不少寿命。还有就是这群妖道远程吸取血液的能力，青云子我就已经很吃力了，若是白云子，估计不等我出手都有可能会被吸干，必须想个办法隔绝这股能力。血灯的灯油不足了，血烛也必须要补充了。我在心中快速制定计划，而火焰也终于熄灭了。我在残骸中发现了一枚令牌，其他的都已化为了灰烬。是否消耗1年寿命，强化血肉道观的普通弟子令牌？血肉道观、血煞，这其中肯定有联系。或许这个世界不止一种煞气，不过怎么强化个令牌都要1年寿命。我强压下好奇心，将令牌收起，带着所有家当往小潭村赶去。师尊，这都中午了，师叔还没将人带回来。他能将人带回来就怪了，早就被吃光了。哼！吃了我的大药好啊，那你师叔就是我的大药。哪怕关内发现了，也不能怪我什么，毕竟我们在里啊。乖徒儿，问问看，你师叔的位置在哪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师尊，师叔的气息消失了。该死，他不会逃出去了吧？不可能，若是有人出去，阵法必定会感应到。但从今早开始，阵法并没有波动。白云子突然想到一个不可能的结果，青云子死了，死在了那年轻人手中。怎么可能？那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留在他身上的气息还在，而且就在小潭村方向。不可能，他要是有这实力，昨天晚上又怎么会那么狼狈？或许那是他的伪装呢。这不重要了，乖徒儿，随我下山，我倒要看看他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师尊，有东西过来了。好多，密密麻麻的。这是瘟疫蝙蝠，他们不是在东边森林深处的一处洞穴居住，怎么会跑来这？师尊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这群蝙蝠朝我们扑来了。耶，师尊，他们怎么跑了？这群畜生最讨厌煞气了，将血煞散发出去，他们自然会选择远离。行了，下山。这里的黑夜不仅游荡着嗜血怪物，还有将两脚羊圈养起来的妖道，这也导致村民对血肉的追求已经到了巅峰。老丈，这些羊肉换你在道观中让供得来的血烛和丹药。
怎么少了2条腿？也是，昨天上了供，魏老头真的老了。1根血竹，10颗丹药。丹药我只要1颗，血竹我要4根。2根，我只能拿出这么多，否则今晚我便会被黑夜中的鬼东西吸干。不过丹药我可以给你5颗。我盯着眼前这个老头，相比较交易，其实灵元购更适合我，但这老头也算对我有恩。罢了，2根也差不多了，实在不够，再从别的村民那借一点。老丈，你这有白糖吗？丹药我只要1颗，剩下的换点白糖。丹药对我来说，1颗和5颗其实没多大区别，倒是白糖的操作空间就大很多了。我只有1斤白糖了。成交。当我再次回到魏老头屋里时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我将物资全摆在桌上，缺少燃料的火焰枪、机关弩、灯油不多的3盏血灯、羊肉干、黑死米、白糖、木炭、血竹、丹药、木铲、血肉道观的令牌、流沙图。等等，流沙图有变化，道观的红叉在移动，这是倾巢而出了。青云子的死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不过这妖道好像能实时知晓我的位置，就如流沙图可以显示出他们的位置一般。这个世界的力量有点诡异啊。不，现在不是讲这些的时候。按红叉移动的速度，最多半个时辰，那妖道和美人蛇就能赶到小潭村。要不要暂避锋芒，先离开小潭村？不行，外面的世界绝对比小潭村还要危险。那瘟疫蝙蝠便是例子，花费6年寿命的结果是面对未知的危险，而击杀白云子和美人蛇则会给我带来至少10数年的寿命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，做好万全准备，未必不能赢。青云子的难缠我已经领教了，这个世界的反派绝对不是无脑那种，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敌人不知道我的金手指，可以好好利用这点。先将喷火枪的燃料补齐，然后强化出一件能隔绝血煞的道具和提升身体素质，若是还有多余的寿命，可以制作点火药。我在心中快速过了一遍计划，确定没问题后，我便开始行动。我将血灯中的灯油全倒进了一个约10余升的陶罐中，并注水将陶罐灌满，随后用木炭在陶罐表面写下适用于喷火枪的燃料，并具备消磨低级煞气功能。是否消耗1年117天，强化特殊燃料？击杀青云子获得了8年多寿命，空完只需1年多。良心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13年。一种融合了血色灯油的液体，引燃最高温度为1200度，并可消磨低级煞气。我快速将喷火枪的进油管放入了陶罐中，按下按钮，没多久陶罐中的液体只剩下了2成不到，喷火枪也显示燃料已加满。这就是安全感。我将喷火枪放在一旁，用木炭在布上写上服用可提高2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无任何副作用，并将丹药包在里面。是否消耗5年078天，强化血丹？比预计的少。等等，我压下立马强化的心，思索了会，又写上了吃下立刻生效，无需炼化。是否消耗7年031天，强化血丹？那一点就踩坑了，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，只要不死，2年怎么也不亏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5年0334天。好强，我感觉我一拳能打死牛。还剩5年嘛。我快速将2根血竹掰成4节，花费了400天寿命后，我将其中3盏血灯的灯油倒进了一个陶罐中，并将身上的衣服帽子扔了进去，随后在陶罐上写下3天内完美隔绝低级血煞的入侵。是否消耗321天，强化一套旧衣服？看来是没错了，若是物体本身就自带相同的属性，强化消耗的寿命越少。强化我将恢复如初的外套穿上，随后将白糖、木炭、黑紫米扔进了还装有燃料的陶罐中，用陶盖封住，并在表面写上超高温、地雷、触发简单。是否消耗4年0170天寿命，强化超级地雷？这么猛，我准备如此齐全，还需要4年半，这地雷恐怕不简单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1年0164天。一枚极易触发的超级地雷，爆炸瞬间会抽取周围所有氧气并燃烧，虽威力不大，但中心区域的火焰温度高达2500度，且在爆炸后会产生一种剧毒气体。毫无疑问，它是一种艺术，请注意轻拿轻放。这不就是温压弹？我连忙将这大宝贝用布条包，带着铲便出门。这大宝贝一个玩不好，便是双速双飞，不对，是3飞。40分钟后，白云子带着美人蛇赶到了小潭村。师尊，人就在里面，我闻到他的气息了。愚蠢，在我们面前玩灯下黑！师尊，我替你将他抓出来。青云子都死在了这人手中，我的乖徒儿，你师叔的实力虽然远不及我，但比你可强太多了。是徒儿冲动了，让我看看你到底藏了什么秘密。
一股熟悉的恶意袭来。不过这一次我的血液并没有被吸走，一层淡红色的光芒将所有的恶意隔绝。又来这招，这血肉道观的人都这么狗的吗？幸好早有准备，发现吸取不到血液，下一步或许就是强攻了。那美人蛇是个突围点，计划顺利的话，新手村或许就能通关了，而我也有底气去见识下外面的世界了。师尊怎么停下了？这小子的确有古怪，血煞之力完全被隔绝了，能抵挡血煞还真是有点麻烦啊。那就干正面，以我们的身体强度，有师尊压阵，定可将那小子抓出来。不急，等确定了情况，你们再杀。白云子可是很清楚自己那师弟的实力，普通人哪怕是完全可以隔绝血煞，也不可能杀死青云子，肯定有其他手段。血煞0级，去进入屋内，将人带出来。这里的黑夜不仅游荡着怪物，还有将两脚羊圈养起来的妖道，而身怀重毒，被妖道盯上。去进入屋内，将人带出来，我要活的。这小人好眼熟啊！他是黑云师叔，师尊的死对头，活该被炼制成煞奴。乖徒儿，你守在前面，为师堵他后路，记住了，你的性命是第一位。谢师尊关心，不过师尊放心，他跑不掉的。血煞退去了，要开始强攻了吗？就在我将目光放在门上时，一道树枝被踩压的嘎吱声从屋的一侧传来，那是我在屋外布置的一点小手段，用来判断妖道的动向。有东西往屋后过来了，会是谁？白云子还是那美人蛇？啊！呵！以我2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力量也只是略占上风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虽然我在屋内挖的陷阱只有3米，但这怪物也就30厘米的模样。看情况，上千度的高温也只是让它短时间失去战斗能力。想要完全解决掉，必须持续喷射火焰，将其彻底焚烧干净。但喷火枪是我第2强的底牌，绝不能浪费在这怪物身上。而且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陷阱没起到短暂限制妖道的作用，我必须冒险冲出去突围，执行后续的计划，但现在前门和窗户外都有敌人，该选哪个？折击了流沙图，只能确定大概位置。要是有手机上的卫星定位功能就好了。对了，最近换了新手机，拍视频就是好。旧手机我直接叫爱回收，免费上门回收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这台用了几年的 iPhone 12 Pro 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我不知道白云子在哪个方向，但我必须在妖道动手前做出决定。青云子死的不冤，这小子有完全隔绝血煞的能力，和一把可以发射出超高温火焰的怪异武器，有心算无心下，也算合理。东西不错，我的了。血奴虽有灵智，但还是太呆板了，就让我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底牌，真是期待啊！就在白云子准备亲手操控血奴时，道森女破窗而出。啊！卧槽，不是美人蛇妹妹！这火焰居然还可以净化煞气，好东西！哎，不好，师尊那有情况，我们快去帮忙。这前门不守了吗？还守上，人都跑了，快追！幸好白云子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若是被拖住了，后续的计划全得泡汤。也不知道超级地雷能不能炸死白云子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喷火枪是绝对杀不死白云子的，那青云子都能硬抗10多秒，而白云子最理想的情况下也是重创。你跑不掉的。不行，这妖道的速度太快了，喷火枪压根就打不中，只会浪费燃料，必须限制了他的躲避空间再出手。就是前面。哦，不好！上千度的火蛇吞没了白云，一道由血色煞体组成的结界护在了白云子身前。虽隔绝了火焰，但坑中的温度正以一种夸张的速度上涨，而血色煞气也被迅速的消磨，速度之快让白云子彻底变了5秒、10秒，一阵惨叫从坑中传出。我不敢大意，单手抱着喷火枪，另外一只手持着机关弩，神色凝重地盯着火坑。18秒，喷火枪的燃料耗尽，也就在这时，火焰开始剧烈活动。白云子此时的状态奇差无比，虽不致死，但这样拖下去，他必将会被血煞反噬。
异形，靠，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！刚刚坑中绝对没有其他生物，那这坨怪物就是白云子了。我将喷火枪扔在一旁，并重新去弩箭。虽然弩箭对这怪物的伤害不大，但这是我唯一的装备。我开始缓缓后退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。只要将它引到超级地雷处，以怪物如今的状况，100%扛不住。师尊，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打断他的每一寸骨头。乖徒儿，回来！哼，师尊，您没事吧？师尊，我去杀了那小子，替你报仇。靠近一点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手给我。师尊，我好难受，难受也忍着。师尊这是借助我们的气血来恢复实力和伤势，可真的好难受。但为了师尊，我会坚持下去的。不对劲，我不知道白云子在做什么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最好是立马逃离这里，或者打断白云子的施法。逃离直接被我否决了，我现在的寿命也就只剩下个位数了。小潭村也被封存，出不去的情况下，只能等死。唯一的攻击方式也起不到作用，现在唯一的机会便是那超级地雷了。但白云子已经上过一次当了，必须以身为饵，以真乱假。不忍心吗？还是舍不得？白云子，醒醒吧！这个世道哪还有真正的爱？灾星降临，人性早已被扭曲了。你们只是个取所需罢了。你照顾了他们这么久，日日夜夜用血杀温养他们的肉身，不让他们身处险境，不就是为了培育一具完美且可随时使用的血气？吞噬它，你失去的力量将会回来。师尊，要被吃了吗？所有人都说我们是怪物，死了也好。这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师尊可是为你们准备了很多呢，以后不用饿肚子了。那人好怪啊，长了一条蛇尾，还有2个脑袋。怪物，怪物，怪物！没事了，以后没人可以说你们是怪物了。以后谁再敢这样说，就告诉师尊，师尊晚上给你们加菜。师尊把我们抛弃了，你恨吗？我只是有点遗憾，这段快乐的时光太短了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恐怖的存在，还有将羊角羊圈养起来的妖道，而我正被妖道追杀。那美人蛇居然是妖道培养的血包，应该第一时间击杀美人蛇的。算了，本来也没抱多大胜算，在喷火器身上，真正的杀招是超级地雷，按原计划以真乱假坑杀妖道。身为普通人，乖乖被我吸取血气不行吗？你清高，自己的徒弟都被你吸干了。若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牺牲我那乖徒儿。不过只要将你抓住，以你的气血和身上的秘密，绝对可以弥补我的损失。这妖道的力气真是大了，幸好身体强度也得到了2倍提升，勉强还能承受。就是这里。故技重施，愚蠢！可惜了煞气对你无效，否则何须如此麻烦？我拼尽全力奔跑，虽然在速度上落于下风，但我在道路中挖的陷封印了白云子速。起先白云还会用煞气来破陷阱，但很快他便发现非遗绕开或者跳跃的地方不一定有陷阱后，便放弃了顺手破坏陷阱的想法，选择与我相同的路线。只要我走过的路就是安全的，我避开他也避开，我跳跃他也跳跃，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50米、40米、30米。白云子不知道的是，我为此消耗了2个月，强化了个2次触发陷阱。我走过的地面可不一定是安全的。鱼儿上钩了，该收网了。最大的方圆数百米的空气在这一刻被抽空，恐怖的热浪席卷开来，我不敢停下脚步，直到跑到了500米开外，那股缺氧的感觉才得到缓解。这一术有点猛啊，或许下次可以做个火箭筒用来发射温压弹。这种地雷式的温压弹还是太危险了，要不是埋在了地下10米处，恐怕我也得交代在那。等等，没收到寿命增加的提示，那白云子还没死。我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温压弹的恐怖可不只是爆炸时产生的2500度高温，爆炸后形成的真空环境才是致命伤害。或许是我想多了，高温、真空、剧毒，这要是不死，可以直接3号重开了。该死该死该死！身体完全动不了，必须要尽快补充，消耗一空的煞气。怎么会有河水流动的声音？附近明明没有河流，好冷。还有这股窒息感，我明明在呼吸，为什么还会窒息？
白云子开始剧烈呼吸，不仅没吸到氧气，反而将一缕缕不雾吸入了身体中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记忆如潮水般在白云子脑海中浮现。杀人入体，阿云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人上人，再也不用担心黑夜中的鬼东西，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哥哥，你会后悔成为拜神吗？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步步迈入深渊，七情六欲被扭曲，却怎么也停不下脚步。或许葬身黑夜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归宿。师尊，师尊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们？大怨怒敌，我真的控制不住。这不是我，不是错的，不是我，是这个世道，是那该死的灾星。击杀白云子，寿命加25年零128天。总算是解决了，不过25年有点低啊，可惜了，那美人蛇最终死在了自己师尊手上。希望战利品不要让我失望。我开始往回走，至于摸尸白云子，现在还不是时机，坑中的剧毒和真空都还存在，况且那么高的温度下，恐怕也没剩啥东西。白云子和蛇妖都死了，我这也算是救了小潭村所有人的命，借一些血竹和丹药不过分吧。奇怪，小潭村今天怎么那么安静？不安的情绪浮现我心中，我似乎是忘记了一件事。我连忙跑回魏老头屋内，除了一片狼藉，别无他物。那邪异的小人不见了，是随着白云子的死亡消散了吗？还是说逃走了？我快速取出流沙图，若是有危险，流沙图肯定会标注出来。周围没有红叉，说明附近没有敌人等等。地图中的黑色区域消失了，也就是说小潭村的封锁消失了。封锁消失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，这可以替我省下6年寿命。不管有没有敌人，先将喷火枪的燃料充满。我快速从包裹中拿出仅剩的血灯，消耗1年寿命用水和灯油强化出了一陶罐燃料，给喷火枪加满后，我又将剩余的燃料封存好，一并放入了包裹。这令人着迷的安全感。先去村民那借点血竹和丹药，强化一波后，再去道观打扫战利品，避免道观中还藏有危险。老丈在家吗？门开着的，在屋里还是忘记关门了？我迟疑了会，还是选择了进去。这是全身的精血被吸干了，难道是那邪异小人干的，还是村民们自相残杀？我开始在老头屋内翻找，找到了一瓶丹药和2根血竹，还有数根羊肉干。保命的东西都还在，那村民的嫌疑便可以排除了。实力只要拥有碾压一切的实力，这些鬼东西全都是臭鱼烂虾。3天内我可以完全隔绝低级煞气，可以好好利用这点来刷点寿命。现在的提升方向可以选择强化身体素质，等以后找到个安全的地方再考虑修炼武功秘籍或者仙法，毕竟这玩意可速成不了。我快速将所有丹药倒出，揉捏成一团，并在破布条上写下：服用可提高8倍正常人身体素质，无副作用。服用后无需炼化，1天内可自动完全吸收，并将丹药包裹在其中。是否消耗23年零233天？强化超级血丹要这么多，加大了丹药的剂量和延缓了吸收，也只是少了大概5年。要不降低一点标准，留点寿命兜底。干，多杀一些怪物或者妖道就回来了。做哈，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262天。美式翘臀知道吧？服用它，你将是下一个美式翘臀。植被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啧，一拳下去老虎也得跪啊！不过以后估计得多备些食物了。吞下丹药后，我走出了房屋，在村内挨家挨户的搜查，结果都一样，全被吸干了精血。不过我也有收获，数十根血竹和足10数斤重的羊肉干。我很排斥这种肉干，但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我没有选择。真是个糟透了的世界，该去道观了。偌大个道观，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，难道被那小人带走了？我将整个道观都翻找了一遍，除了森森白骨，就是几十斤羊肉干了。不，还有一个地方没找。这股恶意是血煞，这雕像绝对有古怪。我双眼死死地盯着雕像，很快一行小字出现在雕像上。是否消耗15年寿命？强化血煞神像。血煞神像由血煞组成的吗？若是破坏这尊神像，有没有寿命加成？100公斤应该足够砸开了。这么硬，可惜了，就是雕得太丑了，不然明天过后还能当个顺手的武器。既然这东西是叫血煞神像，那分火枪的消磨煞气功能会不会有用？喷火枪足足喷射了数秒，神像中传出的血煞虽有减少，
但是不多，而我也没收到任何获取寿命的提示。或许想要获得寿命，只有击杀活物。等明天吸收完丹药后，再试试能不能砸开神像。这里的黑夜似乎带着某种不祥。天色渐晚，我准备等明天身体强化完成后，再去探索外面的世界。我随意找了间客房，抱着喷火枪便睡了过去。前半夜很平静，直到后半夜，睡梦中的我仿佛坠落冰窟，寒冷异常。很快，一道急促的敲门声将我惊醒了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恐怖的存在，睡梦中的我如坠冰窟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道急促的敲门声。该死！睡觉前我明明查看了流沙图，附近没有危险。门外那团黑影是什么？黑暗中的怪物，还是白天不见踪影的邪异小人？好冷，还有身体中的虚弱感，这是煞气入侵的迹象。那邪异小人可做不到这点。是庭院中那血煞神像搞出来的吗？不对，血煞带给我的是一股充满窒息的恶意，而非这股种到骨子里的阴冷。我心里有点发毛，我身上的衣服可以完全隔绝低级煞气的入侵，但现在我却能感到虚弱感。要知道，新手村 BOSS 白云子的血煞都奈何不了我。门外那黑影的危险程度或许比白云子还高，要不强化一盏血灯出来，试试能不能抵挡这股寒气的入侵。稍微思索后，我便放弃了。血灯连血煞都不能完全隔绝，更别提这个高级的阴煞气。敲门声还在持续，频率越来越快，我的心跳也随着频率加快在加快，血液也在加速消耗，但门外的黑影似乎没有进来的意思。我连忙消耗60天寿命，将一根事先就刻上补充气血的羊肉干强化，用来补充血液。我现在剩余的寿命是202天，只够我强化3根补充气血的羊肉干了。若是按现在这个流逝的速度，我很大可能会在天亮前因血液流失而死亡。不能任由他继续敲门了，但在这之前需要确认下敌人的数量。只有一道红叉吗？我眉头紧皱，红叉的数量并不能代表敌人的数量。若是对我有敌意的敌人聚在一起，流沙图也只会显示出一道红叉。这一点在白云子和美人蛇身上已经得到了证实。不出去必死无疑，出去还有一线生机，管他几人，开门直接开分，实在不行就跑，跑不掉就山号红开。就在我准备开门干正面时，一股暖流从丹田涌入我全身，快速跳动的心脏也在缓慢恢复正常，但身体中传来的虚弱感并没有消失，不过也得到了不小的缓解。这是长青宫内力居然延缓了疑似终极煞气的入侵，这还是消耗6年多寿命强化出的长青宫吗？我现在有点怀疑，这玩意是不是金手指怕我破盖，少算了我一个零。按现在血液减少的速度，应该可以支撑到天亮了。等明天身体强化完成后，若是晚上这鬼东西还出现，再干正面也不晚。我打消了现在出去干正面的想法，毕竟门外的黑影于是掌握了终极煞气，以我现在的底牌很大可能会翻车。我抱着喷火枪，双眼死死地盯着那团黑影，一有不对就直接开喷。当我撕完第3根羊肉干时，天边泛起了女主白，天终于亮了。而门后的飞影也在天亮瞬间消失不见，那股环绕我一晚的阴冷气息也在瞬间消失了。我连忙打开流沙图，一切正常，红叉消失了。我顿感头皮发麻，这可不是好消息。刹那间便从地图上消失，或许飞影还在这，只是白天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。那黑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前天晚上在野外溜达了半天，也只遇见了鬼影獒和瘟疫蝙蝠。难道这黑影也是从小潭村外进来的？还是说黑影本身就住在道观？下回遇到个活着的正常人，一定要问清楚这里的黑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睡意全无的我看了眼屋外，天刚蒙蒙亮，我打算等太阳完全升起后再打开房门看看屋外的情况。Nice。道观一切正常，黑暗中的存在难道只针对活物？等等，有光折射了过来。我快速锁定了目标，神像的右脚跟处覆盖了一层冰晶。这股阴冷的感觉是门外黑影留下的，神像也遭到了攻击吗？看情况似乎是没能成功。等等，昨晚那黑影一直在敲门，那攻击这神像的东西会是同一个吗？黑影会不会是神像吸引过来的？我心中有点发毛，或许是我想多了。黑影是后半夜出现的，前半夜说不定在敲神像的门。快了，还有3个时辰，身体的强化便完成了。强化终于完成了，试试看10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有多强大。这高度应该是8至9米的样子。身高和体积没变化，但肌肉密度和骨骼密度得到了10倍提升，这也导致我的体重重了不少。试试力量。卧槽，这简直就是超人啊！速度呢？极限状态下的速度太快了，还做不到随心所欲，多熟悉下应该会好很多。我开始在道观中重新强化后的身体，整个道观只有痕迹，破坏的不同。终于在一个时辰，
我渐渐开始找控制身形，不过极速状态除外，因为极速下我可以做到每秒60多米的奔跑速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身体素质是正常人的10倍，需要的能量也是10倍。虽然我消化能力也提升了10倍，但肠胃体积可没变大，这点要是不解决，以后不是在吃的路上就是在拉的路上。我连忙拿出一根羊肉干，在上面刻下体积和密度不变的情况下，可补充10倍正常人身体一天所需的能量。是否消耗时间寿命？强化特殊品种羊肉干，10天的话还能接受。强化。在解决完食物后，我将目光看向了庭院中的血煞神像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神像破碎，一股熟悉的恶意将我包裹，但这次的恶意带给我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同。以前被血煞包带给我的是绝望，但这次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怜悯和慈悲，犹如一位母亲正悲伤地看着自己正在受苦的孩子，想要将自己的孩子拥入怀中，赐予我能够自保的力量。这里的黑夜不仅游荡着嗜血怪物，还有诡异的神像。为了弄清神像的秘密，我移开了神情，但神像中的存在居然是妈妈。我的孩子，你怎么将自己弄得这么狼狈？受了不少苦吧？快过来，妈妈赐予你自保的力量。妈妈，我真的好害怕，这个世界的恶意无处不在，土著、妖道，各种各样的怪物。我本以为我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。没事了，孩子，快过来，所有的恐惧和绝望都会结束，你将迎来新生。新生？不对，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妈妈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？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苏沫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妈妈怎么可能会害你？力量不是你一直渴望的吗？对啊，妈妈怎么会害我？我也需要力量。就在我即将握住妈妈手时，丹田中传来一股热流，将我双眼中的迷茫冲散不少。我将目光看向神像碎片，哪还有妈妈的身影？有的只是一个包裹在血红光芒中的小人。小人的双眼正充满慈爱地看着我，这一幕让我头皮发麻。该死，我刚刚是陷入了幻境吗？若不是长青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东西散发出的气息是血煞没错，但和白云子的血煞对比起来又完全不同。他诱惑我靠近他的目的是什么？附身、夺舍还是吞噬？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既然是血煞，那就好办了。系统，帮我用手机测算下距离，离那小人29米左右，往后退18步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回收了。确实挺不错的，18步是吧？我在大概29米外停了下来，若不是喷火枪的极限射程是30米，我甚至想离得更远。所有的恐惧皆来源于火力不足。5秒、10秒，寿命没有增加，金手指也没任何提示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继续喷射火焰时，有戏！就在持续喷射火焰第15秒时，一行小字浮现在我眼前：磨灭一缕血杀杀元，寿命加20年。这么多，快赶上白云子了，血赚了！不过血煞煞元，煞气的源头还是什么？白云子搞出这玩意又有什么目的？是否消耗3年零33天寿命，强化煞元泥塑？3年多寿命，强化的方向又是什么？修复还是说重新诞生煞元？或许可以试试，但得加一些特性上去。我取出一支弩箭，在泥塑上刻下诞生灵智，对我忠心耿直。是否消耗4年08天寿命，强化煞元泥塑？只增加了1年的寿命，难道原来的强化路线和我家的条件相差不大？不过消耗4年换一个帮手，怎么算也不亏。强化，这里的黑夜游荡着嗜血怪物，孤身一人的我决定捏土造人。强化煞元泥塑，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16年04天。煞元中诞生的精灵可通过其活力状态来判定方圆2000米存不存在煞气、能力、幸运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应该算得上是幸运。可吞噬煞元来强化自身并获得某种新能力，请注意，该精灵的本质还是煞元的一种。成长型宠物吗？某种意义上的幸运，本质上还是煞元。就在我思考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时，小精灵睁开了眼。主人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你有名字吗？名字，主人可以叫我清泉哦。清泉，附近有煞气存在吗？主人，有煞气靠近我，会提醒主人的。不是，你睡着了，是谁提醒谁呀？以后也算不是孤身一人了，小潭村现在也不安全，该离开了，留在这里对我没任何好处。
等等，清泉可以吞噬煞元来获取能力，白云子的尸体中会不会存在煞元？我快速将行李收拾好，随后又将道观中的铁器全给寻了出来，用泥土和血竹将铁器包裹，形成一柄刀的模型。随后我从包裹中取出木炭笔和几张布片，将木炭笔强化后，我在布片上画下一些小人挥刀的画面，并在封面上写下基础刀法，消耗无需学习。是否消耗5年零128天寿命强化小成基础刀法？深有说话经验的我眼皮都没眨的选择了强化。随后我又在刀的模型上写下消耗10年寿命，增加重量，锋利，可斩煞气。消耗10年是否强化？哦，居然真的可以！那以后强化的操作空间变大很多了啊！做哈，强化成功，当前剩寿命241天。一把由特制螺纹钢锻造成的武器，重约111公斤，吹毛断发不在话下，并可展开拜神与煞兽的煞气防御，目标实力越强，破煞效果越弱。拜神煞兽，拜神应该指的是白云子这种，那煞兽会不会是黑夜中的怪物？等以后再去证实，现在先去摸尸。我来到了昨天坑杀白云子的地方，奇怪，明明有太阳，为什么坑底却是一片漆黑？清泉，下面有没有煞元或者煞气？主人，下面有3种煞元残留的气息，不过我们来晚了，都消失了。3种，我顿感头皮发麻，联想起昨夜神像被攻击，这坑中的煞元或许也引来了怪物禁欲，而且还不止一只。该死，小潭村绝对不能待了，现在就走！我掏出流沙图，东边有个城镇标识，或许我可以在城镇中了解这个世界。偏远地区的老鼠就是多，师妹，不要让前面那具煞奴跑了。血煞煞奴是血肉道观那群狗东西，不过这煞奴竟恢复了自由身，它的主人想必已经死了。这不重要，抓住他搜索灵魂，说不定有大发现。阳煞灼烧，阴煞噬魂。师妹，探查到关键信息没？小潭村来一子抱着怪异武器的普通人。师妹，哼，废物，连主人都护不住的废物。小潭村怪异武器的普通人。阿云，你这也算解脱了，而我的归宿，在我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，便早已注定。最亲的弟弟被人杀了，为什么你心里没有一点悲伤呢？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，你这异类。天色马上快黑了，前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先在这个山洞待一晚，明天再穿过树林。清泉，有危险第一时间叫醒我。主人放心。主人，快醒醒，有煞气靠近。清泉，能分辨出是拜神还是煞兽吗？掌控的又是什么煞气？只有一道煞气的气息，具体是什么煞气，清泉也不知道，不过一定很美味就对了。你的食物是煞气？清泉喜欢煞气，但我的食物是煞元啦。我看着明显活跃了不少的清泉，这小家伙似乎出生后还没吃过东西，而且我也很好奇吞噬煞元后他会获得什么能力。确实有一道红叉在急速靠近，最多3分钟便会赶到。洞内空间太小，对我来说施展不开。刚出洞口没多久，一道熟悉的阴冷气息将我包裹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嗜血怪物，而我被黑暗中的怪物盯上了。好冷，这股冻到骨子里的阴冷，是昨夜在屋外敲门的怪物。今非昔比，给我死！要不要这么变态？我刚刚跳斩的爆发力至少有2吨多力，瞬间产生的冲击力至少也有10多吨，就只劈开一层头皮，力量也大得惊人。而且若是距离越靠近，这股阴冷煞气的入侵越快。以我如今的体质，在血衣的防护下，即便没被击中，最多也就坚持10分钟。幸好这怪物的速度并不快，试试其他地方的防御。这么强的实力，昨夜你就只敲门，直接破门而入，不就大结局了？白云子在这怪物面前简直就是渣啊！还有机会，一刀破不开防御，那就百刀全斩在同一处。给我开！死了吗？不对，没收到寿命增加的提示。
震他并要他命，支持喷火枪。1秒、3秒、6秒，金手指的提示声没有出现，但一道声音将我焚烧怪物的想法给打断了。年轻人没用的，这煞兽经是神体境后期了。你那怪异火焰虽然可以消磨煞气，但速度实在太慢了。像我们这种武者遇到神体境以上的煞兽，或者神术境以上的拜神，是杀不死他们的。最好的办法就是逃，但这煞兽已经缠上了你。离这最近的是清风城，待在城中便可苟延残喘的活着，或者你运气够好，找到它的某种规律。多谢前辈，前辈可知斩杀这煞兽的方法？在无尽的黑暗中徘徊，如畜生般活着，无望亦无采。畜生般活着，无望亦无采。前辈，您还在吗？清泉，刚刚除了那个怪物，还有其他煞气靠近吗？只有这一道。清风城武者，神体境、神术境是这个世界的修炼等级吗？就在我思考之时，一道强烈数倍的气息将我的思绪拉回，我的气血也在这一刻开始狂掉，我不得不后退数十米。这是在复苏，杀不死吗？刚刚那老者说找到其规律，或许可以活下去。敲门嘛，幸好昨晚没出去干正面，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既然杀不死，那就只能跑了。我看了眼在怪物身后的山洞，思考了会，我便放弃了收拾行李的想法，等天亮后回来再取便是。而且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正常人，我可不想就这样错过。主人快上车，那杀兽追来了。清泉，你买新车了？不是哦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的特斯拉毛豆3，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二手车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那还说啥？走着。声音离开的方向是森林。近还是不近？怪物的距离虽然被我拉开了，但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追上来。以我的速度，遇到危机打不过，总跑得掉吧？我不再迟疑，装进了森林。数分钟后，煞兽追了过来，但奇怪的是，煞兽进入森林后并没朝我的方向追击，而是进入了森林深处。没想到连煞兽都吸引了过来，还是一只快突破至神术境的煞兽。这个消息需尽快告知师兄他们。是什么吸引了煞兽？阴阳宫那群妖人在森林深处谋划什么？这是瘟疫蝙蝠，煞缘吗？倒是一份意外之喜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！这片森林太安静了，哪怕连虫鸣声都消失了。清泉，附近有没有煞气的存在？有很多，不过大多都在森林深处，少数徘徊在森林外围。我们这片区域没有发现。一切正常，没有代表危险的红叉，说明这些煞气对我没有敌意。等等，敲门怪物的红叉怎么也消失了？我记得1分钟前红叉也进入了森林，但现在怎么会消失了？这声音是瘟疫蝙蝠，那群赔钱玩意晦气。就在我决定远离这群蝙蝠时，这是前辈的声音，被瘟疫蝙蝠缠上了吗？于情于理，这人得救。前辈屏住呼吸，趴下。年轻人，你不该在晚上进森林来的。今天夜里这里可不会太平静，你会死的。当然，我也可能会死。晚辈这是来报恩的。不过，既然森林不安全，前辈为何还要进来？不是会死吗？死亡可怕吗？不可怕吗？爷爷，为什么爸爸妈妈要自杀？明明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为什么要抛弃小宝和爷爷？小宝，你觉得死亡可怕吗？不可怕嘛。孩子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吧？放心，我对你没恶意。灾星降临有1年了，在偏远的地区也知道煞兽的基本信息。流沙图一切正常，这老人对我并没恶意。不瞒前辈，我一觉醒来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村子被一妖道封锁，里面的人就如牲口，被圈养，人性的扭曲，黑夜中的绝望。是啊，整个世界都变了，除了曾经的王城，都沦陷成为了拜神的牧场。老人沉默了会，将灾星降临前和降临后的事大概说了下。灾星降临前，大陆是一统的，且所有人皆可炼体成为武者。武者的境界分1到9级，而我综合下来算5级武者，但爆发力已经可以媲美6级。降临后，普通人和武者可以通过触碰煞源，尝试让煞源
这就是所谓的拜神，但拜神有70%的失败几率，失败的人谁也不知道在哪，但这也只能不懂人性的贪婪和欲望。一旦成为拜神，只需通过特殊的方法吞噬血肉，修为便可一日千里。在这短短1年中，便出现了10多位神域境拜神，而羊的数量锐减了至少一半，剩下的大多数都被圈养起来，成为神域境突破至神灵境的养分。神韵、觉醒、神体、神术、神威、神域、神灵，这些邪修完的还挺花。神灵，我看是恶魔吧，前辈。孩子，趁现在煞元还未诞生，马上离开这片森林，越远越好。诞生煞元，若是将其磨灭，岂不直接发了？主人，俯仰到煞气朝我们的方向过来了。夜深了，千万别出门，因为黑夜中游荡着怪物和妖人。主人，有2道煞气朝我们的方向过来了。2道是妖人还是煞兽？被发现了吗？清泉，他们散发出的煞气对比追杀我们的那只煞兽如何？没有杀兽强，按老爷爷的说法，应该是一个觉醒境和神体境。我的寿命不多了，或许可以攒个觉醒境来补充下寿命。至于神体境，神体境给我的威胁很大，但我必须要冒险，因为这个世界可不是什么宝宝乐园。师兄，听说我们这一次的队长是李疯子，那疯子每次带队出任务，队员的死亡率高达90%，我们跑吧。跑到血肉道观还是无情庄，亦或者迷魂峰，没了阴阳宫的庇佑，随便去哪，我们的下场都只有一个，被分尸，成为他人的养分。跑也是死，不跑也是死。击杀觉醒境拜神，寿命加20年零121天。果然竖着劈开是最保险的。6级武者，将你抓住献给关内，或许我也能突破到神术境。身体强度没有同境界的煞兽强，但对煞气的掌握度更强，反而更难缠了。本想着将你完好的带回去，但好像确实有点难办。其实只要不弄死，价值也不会打多少折扣。阳煞焚血，好热，血衣完全抵挡不住，血液感觉都要沸腾了。一缕缕白色雾气从我身体中飘出，飞向妖人。这是水分被蒸发的迹象，用不了多久，我浑身的血液也会被蒸发，不可力敌。这速度罢了，幸好留有后手，先完成今晚的任务。你来晚了，还有1人呢。灵力之事，他跑了，我也因此是耽误了一些时间，但没能抓他回来。哦，是吗？他跑是因为怕我，你没跑，难道是不怕我？说不怕是假的，但我更怕血肉道观那群狗东西。这话我信，可我怎么在你身上闻到了2脚羊的气息？说吧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放心，你死了后，我会将你的死因全推到躲在暗中的老鼠，你们说是吧？余下众人连忙附和，这次任务分配到这个疯子麾下，简直是倒了血霉。张伟迫于压力，只能将路上发生的一切说了出来，不过他留有后手如是。6级武者若是引煞成功，不出1月便可突破至神术境，血气足够，不出半年关内必定再多出1位神威境，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功劳啊。至于能不能成长起来，谁知道呢？带路吧，别告诉我他身上没有你种下的煞气种子。只是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午夜前在瘟疫蝙蝠的洞穴外集合，时间快到了。我的话不想说第2次。带路。红茶消失了，是放弃追杀了，还是说距离太远超出了流沙图的实时感应范围？无论是什么原因，至少短时间内我是安全的。主人，这个给你，这家伙已经没用了。不过清泉实在是没忍住，吃了一点点。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，这就睡着了，再消化煞元嘛，也不知道会获得什么新能力。没有出现幻觉，怎么和血煞神像中的不一样？是触发方式的问题，还是种类不同？我紧盯着手中的煞元，没出现强化提示，我心中隐约有股不好的感觉。我连忙将煞元丢在地上，随后烧1、2米、3米，没有任何寿命增加的提示。奇怪，这是什么原理？是清泉的原因吗？师兄，那2脚羊就在前面。废什么话，杀了便是。该死，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！刚刚流沙图明明显示一切正常，而且明显来的不止2人。我开始亡命奔逃，但每次就要突围时，妖人就如蛇蝎尾般将我重新包围，2股完全不同的煞气时时刻刻将我包围，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半冰，一半炙热，虚弱感也越来越强。
这小子的速度简直快得离谱，恐怕知识大人仅凭速度也要弱上几分。再快有什么用？那小子上蹿下跳的，殊不知已经陷入了幻境中。知识大人可是神术境，要不是抓活的，何须如此麻烦？都给我闭嘴，控制好煞气的量，唯要是抽多了，后果不用我说吧。该死该死该死！平民突围了，为什么又被包围了？还剩20多年寿命，要不要强化一波速度？就在我准备掏出丹药强化时，主人，前面那2人是假的，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煞气。假的？那真的在哪？在主人身后大概200米处，有强有弱，最强的应该是神术境，弱的那几人应该是觉醒境。哦，清泉你立大功了，帮我关注好那群妖人。这该死的幻境连流沙符都屏蔽了，不过有清泉的感知，逃离幻境应该不难。等等，这是个机会，或许可以来波将计就计，玩波大的。我快速将喷火枪的油罐卸了下来，用万物笔在上面写下：消耗20年零360天寿命，强化方向为云爆弹，并可遥控爆炸，最大限度提高威力和对拜神的杀伤力。是否强化？做哈！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2天。黑夜特工版云爆弹爆炸瞬间可产生4000度高温，引燃周围所有氧气，形成超压冲击波和真空环境，爆炸范围1公里，持续时间30秒，并配备了远程引爆功能。毫无疑问，它是一件艺术。4000度觉醒境应该是可以秒了，不过神体境和神术境估计有点悬，但不死也得重伤。清泉，实时修正我前进的方向。若是那群妖人追来了，经过这铁疙瘩时，按下这个按钮。这是什么？艺术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嗜血怪物和妖人，而今晚妖人盯上了我，为了自保消耗了20年寿命，整出了超级云爆弹。主人，这是什么？艺术。艺术，那是不是很美？美的和派大星一样。艺术，那不派大星嘛，交给我吧。我快速将云爆弹扔在身后，在清泉的指引下，虽然还处于妖人的幻境中，但也拉开了与身后那群拜神的距离。毕竟云爆弹爆炸范围足1公里，我可不想被波及。奇怪，那2角羊凭空变出一个黑疙瘩，我也被幻境影响了吗？别管什么黑疙瘩了，那2角羊快超出幻术和煞气的笼罩范围了。发现这是幻境了吗？凭空造物，还有头上那只类人形生物，有意思。他身上的秘密或许比献给关内价值更大。追过去，加大煞气的入侵，唯要是晚死，这便是下场。主人快跑！他们进入艺术范围了，200米、100米、30米，艺术成功了！成功击杀3名觉醒境拜神，寿命加61年零77天。和预想的差不多，云爆弹的威力还不足以威胁到神体境以上的拜神。或许下次可以试试大1万。清泉，剩下那几道拜神气息有没有移动？艺术真的好美啊！我喜欢艺术，这么美的艺术，我要记录下来。清泉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 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啦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啦。危机可还没解除，汇报下情况。还在原地，弱的那几道气息衰弱了不少，但那神术境的气息还是一样强。开什么玩笑，4000度高温加冲击波，意志没有？难道真如老前辈说的，神术境以上的拜神杀不死？36计走为上计，好。而此时森林深处，数波人影也被森林中部的爆炸吸引。如此大范围的爆炸，难道煞元出事的消息泄露了？范围虽大，但除了几道阴煞和阳煞外，并没其他煞气的爆发，应该不是其他势力导致的。那片区域是谁在负责？人呢？禀长老，是李执事，他们小队还没过来集合。是他？你认识？有点印象，2月前的一次阳煞，他是最后的存活者，也不知道他一个小娃娃是怎么活到最后的，现在变成了一个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的疯子。疯子？谁又不是呢？我去看看。你在这守着，煞元出事前我会赶回来。赶不回来最好。没有煞气波动的爆炸，会是杀阿元那小子吗？杀！做，给我闭嘴！去看看，离煞元出事还有1个多时辰，来得及。
这个方向是那晚被搞出来的。明明很怕死，为什么就不听话，离着森林远远的？那黑疙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该死的两脚羊！执事大人救我！谢执事大人。长老救我！我有重大消息禀告。叫吧叫吧，哪怕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半点声音传出去。执事大人，我保证今天的事不会告诉任何人。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啊！可惜层元煞元强化不了自身，只能任由它飘散于天际。或许可以找个时机和血肉道观的人合作。死的人有点多了，不过一个脑子有问题的6级武者足够交差了。主人不好了，那神树境妖人追来了。那几个神体境的妖人没追来吗？他们的气息消失了，应该是死了。死了。我看了眼剩余的寿命还是61年零79天，这说明那几人的死不是我造成的。清泉，有其他煞气靠近或者出现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外人，那就是内讧。不对，早不内讧，晚不内讧，偏偏在我引爆云爆弹后内讧了。这该不会是杀人灭口吧？我的秘密应该是暴露了，他这是想独尊。我越想越不安，若真如我猜想这般，那这个神树境的拜神就是个定时炸弹，哪怕今天我跑了，说不定哪天也会爆炸，惹来无数麻烦。我还是大意了，悬崖就在脚边，若是再走错一步，那便是深渊了。我快速掏出流沙图，一道醒目的红叉正急速逼近，按现在的速度，最多1分钟便会被追上。要不要试试大意万？很快我便否决了这个想法。第一，我没相应的材料来减少寿命的损耗；第二，我不确定神树境的拜神有没有类似神体境煞兽的复苏能力。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，继续强化身体素质，先度过眼前的危机再说。我掏出装有血丹的药瓶，用万物笔在瓶身写下，增加10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服用即生效，无副作用。是否消耗47年零121天？强化超级血丹，立即生效，消耗的寿命比24小时生效多了接近1倍。算了，不死就是赚。61减47，还有梭哈空间。我来不及多想，又在瓶身上加上，可完美掌控强化过后的身体。是否消耗57年零121天？强化超级血丹，增加了10年。算了，1分寿命1分货。梭哈，强化成功。当前剩余寿命3年零321天。超级血丹服用后可增加10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且可完美掌控强化过后的身体。服用它后，你就是人间兵器哦。极限速度应该是每秒破100了，日于身体强度，找个机会再试试。怎么可能？短时间内速度翻了接近1倍，越来越有意思啊！真要让你跑了，损失可就大了。那群老家伙或许已经感应到这边的变故了，出点血，速战速决。夜深了，千万别出门，因为他在看着你。让我看看你的秘密是什么。极阴亡灵之境。主人快跑！这是那个神树境妖人的气息。这应该是被锁定了，逃肯定是逃不掉。寿命还剩3年零321天，还有机会。我快速在怀中取出一瓶血丹，用单身20多年的手速在瓶身写下：消耗3年零320天，强化方向：临时隐身并驱散感知或锁定类煞术。是否强化超级血丹？梭哈，强化成功。当前剩余寿命1天。服用后净化自身，并在3分钟内获得隐身效果。当然，衣服和宠物也可随你一起进入隐身，需注意进入战斗状态后失效哦。完全感知不到其存在，我的感知范围有万米之远，不要说是凡人了，哪怕同为神树境也做不到瞬息远遁万米。看来是躲起来了。不是导演，影视剧的反派可不是这样的啊！不能继续停留在原地，必须要在3分钟内远离这个妖人，否则今天真就玩完了。我连忙控制住身形，不发出一点动静，悄悄远离妖人。但我这一动便出了大问题。找到你了！不错的力量和速度，但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猫抓老鼠的游戏结束了。随着身体被冰封，我才明白，走错一步的结果不是旋楼，而是深渊。击杀白云子后，我太过自信，忘记了这个世界的诡异。我速度上的优势，在这诡异的术法和煞气面前，简直是个笑话。这场噩梦或许也是时候画上句号了。
还是太弱了，煞气消耗有点大。不过这两脚羊凭空造物的能力还真是期待啊！镜像世界，连。该死，这老不死的怎么来的这么快？难道就这样白忙活一场？恭迎长老。怎么就你一人？这凡人什么情况？死了，死在了一场爆炸下。爆炸？几个神体境和觉醒境死在那场爆炸也算正常，但有你在还全死了，可就不正常了。蓝老魔说你是个疯子，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的疯子。不用紧张，不过是几个神体境和觉醒境，随便让一批凡人引煞就能造出的废物，没那么大的价值。换作是我也会和你做一样的选择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愿听至长老调遣。很好，这台特斯拉 Model 3送你了，替我办事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多谢长老。这车哪买的？这台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，没想到只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买瓜子特划算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，千万别错过了。我这就去看看。文心节。神威境的血煞，血肉道观的高层，他的目的是击杀这凡人。一个神威境如此大动干戈，只为诛杀一凡人，有意思。哼，给我滚开！这里可不是你血肉道观的地界。哼，李平安，将这凡人转移至安全的地方。事后我会去找你。长老放心。碍事的走了，接下来便是围剿时刻。于择偶可笑，若我是他，必选择做壁上观，等收取煞元后再来替你收尸。神之威降临，替我收尸。王望神之威降。赤邪君啦，赤邪君，吃着锅里的还想着碗里的，活该被拖住。这样也好，煞元的多少就是我说了算。长老，我们要不要去支援支长老？公主交代的任务重要，还是他赤邪君交代的任务重要？煞元就要出事了，谁要是失职让苍蝇飞进来了，后果不用我说吧？属下明白。我知道的有点多了，要不要逃离阴阳宫？先看看这两脚羊的秘密是什么，再做决定。我这次活下来了，以后行事必须谨慎更谨慎，能火力覆盖，绝不冒险肉搏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前辈，前辈，您没事吧？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回来晚了。但你的选择可曾后悔过？前辈教训的是晚辈自不量力。不过前辈，您刚刚那一剑太帅了，一剑便展开神术境拜神。前辈，您是9级武者吗？守护不了真实之人，斩杀不了这世间的邪恶，这剑再帅又有何用？前辈，那拜神跑了。跑便跑了吧，杀不死，留不住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！老前辈的话好像不是对我说的，而是对那拜神说的。他们认识那虎头帽子是那拜神的，看来老前辈和这拜神的关系绝不简单。孩子，老夫能救你一次，救不了你第二次，速速离开这座森林吧。记住，千万别走拜神那条路，哪怕是死，否则你将不再是你。我不再是我，拜神的弊端难道是扭曲一个人的心理，还是说被未知的存在占据身体？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，呸呸呸，是血煞煞元的诡异。或许可以规避这种副作用。我快速取出万物笔和一小瓶丹药，在上面写下可解除引煞入体的副作用。是否消耗13899年寿命强化血丹？我默默地将上面的字涂去，想了想改成了可解除神术境引煞入体的副作用，消耗的寿命变成了138年，而若是神运境则只需要10年。4年，或许我可以试试科技拜神这条路。138年虽多，但救命之恩值。况且有这么粗的大腿，区100年寿命，洒洒水而已了。
而一旁的老者很明显没有注意我在一旁的动作，只是眼神暗淡的看着手中的头套。前辈，前辈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前辈，您和那拜神是什么关系？实不相瞒，我有一法可以助拜神找回自己。老者眼神一亮，快又暗淡了下来。孩子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你一个连拜神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孩子，又怎么可能知道让坠入深渊的人爬上来的办法？前辈，这样该相信我了吧？短短数刻钟，你的身体强度提高了近1倍，还希望前辈能替晚辈保守这个秘密，我可不想被所有人和怪物追杀。老夫李清风可做不出这等恩将仇报之事。晚辈自是相信前辈。我也没卖关子，将方法说了出来。不过金手指的事没说，只是表明需要亲手杀7名觉醒境拜神，或者至少3名神体境拜神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吗？神威境以下无人能敌，你这办法可以用几次？哦，老爷子霸气，不过最多3次。3次是我深思过后的结果。老者、那个拜神，还有我自己，刚好将所有名额消化。孩子，可以多给我个名额吗？救命之恩，哪怕前辈全要，晚辈也当双手奉上。我只需要2个。你曾问我如何杀死高级煞兽和拜神，我之所以没回答，是因为那条路是一条绝路，因为只有拜神才能杀死拜神。果然如此。走。去哪？我带你去杀拜神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怪物和人性扭曲的拜神，而今晚猎人和猎物的角色互换。走。去哪？我带你去杀拜神。老爷子霸气，清泉和老爷子打个招呼。老爷爷，你可以叫我清泉哦，我可以感知到附近的煞气，就由清泉带路，嘎嘎乱杀，我们负责嘎嘎。老爷子你来乱杀。这座森林深处孕育出了煞源，今晚便会出事。阴阳宫的那群拜神应该都聚集在了森林深处，不过具体分布位置就交给你了，清泉。交给我吧，出发。主人，芊芊想拍艺术了。艺术是什么？是拍大星啦，超美的，老爷爷你也会喜欢上的。你们说智长老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煞兽还是其他势力的拜神？我倒希望是拜神，有长老在前面顶着，我们呢在一旁捡漏就行。谁出来？1、2、3，少是少了点，没有煞气波动是凡人。美味是我的了，还有2个。好，这老头是高级武者，快去通知执事和长老，一个电话就搞定了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不要，我不想死，我好不容易才成为拜神，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放过我，我可以向长老引荐你们。拥有力量的感觉是那么的美妙，你们也一定很需要力量的，没错，一定很需要。击杀1名神体境拜神，2名觉醒境拜神，寿命加100年零211天。觉得很可悲，曾几何时我也如你一般，觉得他们不过是为了活下去的苦命人。后来我逐渐发现，他们是活下来了，但那是建立在他人死亡的基础上。他们没错，我们也没错，错的是这个世道。我们曾为此抗争过，但人力中有限，死的死，沦陷的沦陷。现在的我只想守护这最后的温馨。老爷子，你说活成自己曾恐惧的样子，那这还算活着吗？时间不多了，神威境的感知或许已经发现这里的异变，趁他还没行动，能杀多少算多少。清泉，我们去下一个地点。出发！9级武者又如何？你杀不死我的，只要将你拖住，等蓝长老赶到，以你的价值，一定少不了我的赏赐。你只是不死，而我是无敌，哪怕神威，老夫也无惧。况且过去这么久了，该来的早就来了。老爷子霸气！我补刀的同时，也不忘摇旗冒威。
消灭一名神体境拜神，寿命加63年077天，当前剩余寿命321年099天。哦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减去答应给老爷子强化的消耗，还能剩170多年。老爷子不是我故意坑你多杀一些拜神，主要是这事情也没法解释，可惜了，神树境的拜神现在还杀不死。感觉亏麻了啊！老爷子还差5名觉醒境拜神，或者2名神体境拜神。这个神树境拜神怎么处理？现在的我们处理不掉，走吧，去下一个地点。清泉走了，不能吃，再吃就要睡觉去了。处连神树境都奈何不了，应该是个9级武者。倒是会挑时间，可惜了，放在平日这或许还是个大机缘，现在只是个麻烦。去通知所有人，取消外围封锁计划，将封锁圈缩至洞穴500米处。大人，为何您不主动出击？主动出击，若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像制邪军那样被拖住，导致煞元丢失，是你来负责还是我来负责？废物，你去通知下去。哎，清泉怎么了？主人，那些拜神的气息都开始往那神威境拜神靠拢了。也罢，这里不安全，先离开这。宁愿收缩防御，也不愿主动出击，不出意外，那道煞元即将出世了。煞元，老爷子，我曾接触过同一种煞元，但他们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其中一道会主动引诱我靠近他，而另外一道就和清泉手中的并无区别。你遇到的应该是煞炎母体，但凡接触到母煞的人，皆会引煞入体，成为拜神。不过那东西都被各大拜神势力把控，很少流落在外。至于清泉手中的，只是紫煞，虽同为煞元，但并不具备侵蚀凡人，让人沦陷为拜神的能力。听老爷子说完，我顿觉不对劲。白云子只是个觉醒境，他哪来的煞元母体？卧槽，那白云子难道还是个关系户？老爷子，这座森林孕育出的煞元是哪种类型？母煞。我呼吸略带急促，若是得到母煞，消除掉引煞入体的副作用，那我科技拜神的路子也算是打通了。但我也有自知之明。孩子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以你的身体素质，可挡不住神威境煞气的入侵。你先离开这座森林。老爷子，您不走吗？我来此的目的本就是为了这道母煞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已经丧失了活下去的动力。但我李清风可不想在某处角落了解自己的生命。但现在既然有了希望，何不从长计议？他也在那，而以我如今的力量，还守护不住他。只有拜神才能杀死拜神，哪怕龙潭虎穴，这母煞老夫也必须得到。我知道老爷子说的他是谁，而我确实也不好过多阻拦。我从怀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血丹，分别花费139年和10年强化后，交给了老爷子，这是答应给你的2个名额，红色是给你用的，绯红色是给那拜神用的，千万别搞混了。孩子，若我回不来，你能替我将这颗丹药？老爷子，你可打住！你若回不来，我可干不过那想杀我的拜神。我这人比较怕死，这活还是得你自己来办。孩子，老夫走了，悟道意图切莫松懈，最好是达到9级武者，再选择引煞入体。晚辈在此等候老爷子您凯旋归来。若老爷子你回不来，我也会替你将你所珍视之人从深渊拉回。清泉，不用强忍着了，想吃就吃吧。海耶，还剩172年，修仙是修不起，不如就继续提高肉身的力量。危机还未解除，我不敢多做犹豫，只给自己留了20年寿命兜底，强化出了1枚超级血丹。超级血丹服用15分钟后，可永久增加40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且可完美掌控强化过后的身体。看来被我说中了，你都快死了，你的同伴还未出现。你来这里不可能就只为了一个普通凡人，最多2刻钟，母煞就要出世了，我们各自收手如何？普通凡人，他可不普通。相比较母煞，其实我对你身体中的神威镜子煞更感兴趣。同为神威境初期，你凭什么觉得吃定我了？焚天劫，血域红莲镇压，血肉道观，好，很好，给我等着。希望那个凡人身上的秘密不要让我失望。但很快，制邪君的脸色变黑了下来，无他，李平安的气息他感应不到。该死，该死！李平安，你以为你能逃掉？没了阴阳宫的庇佑，你能跑到哪去？先将公主交代的任务完成。
消耗略微有点大，不过不能白跑一趟。若你让我暂时掌控身体，那蝼蚁又怎么可能跑掉？闭嘴！这是那凡人的气息，还有时间，顺便杀了好了。夜深了，千万别出门，因为他发现你。这是那凡人的气息，还有时间，顺便杀了好了。哦，强化总算是完成了，60倍正常人的身体素质，再遇到神体境的拜神，我也有把握击杀了，再不济也能正面硬干。好像不只是身体素质变强了，这股力量是长青宫内力强大了10倍有余，而且现在好像可以做到自主运转，内力随时游走于身体各处，是身体变强的缘故吗？一切都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了，而且在这诡异的世界，也不再是孤身一人了，就是不知道老爷子情况如何了。主人，附近出现了一道很强的血煞。很强是有多强？神术境吗？比神术境要强大。神威境拜神，惹不起。他的目标也是森林深处的母煞吗？我开始为老爷子捏了一把汗，但很快我便发现我的处境或许更严重。清泉，你是说那道煞气是血煞？是血煞没错。主人，我吃饱了，需要沉睡一小段时间来消化。等清泉醒来，或许就能觉醒新能力，这样也可以帮到主人了。应该没那么巧吧？一股强烈的不安浮现心头。我在上一集才推算出白云子很有可能是关系户，这一集便出现了一个掌控血煞的妖道。我没敢继续往深处想，连忙掏出流沙土。果然，一道代表危险的红叉正朝我的方向逼来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好快的速度，发现我了吗？不过徒劳挣扎罢了。红叉的距离再拉大，那妖道的速度不如我，稳了。哼。速度上远超大多8级武者，不过力量只有7级。白云子死在你手中也算正常。白云子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弟。其实死亡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。真要算的话，我还挺感激你的。感激就算了，要是没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不回见。作为感激，留你全尸。一股熟悉的恶意邪，还没等血煞侵蚀我的身体，一道淡绿色的光被向阻挡下来。不过光幕里在摇摇欲坠。长青宫的内力居然能短暂挡住神威境的血煞，散还不够。我连忙取出一小瓶血丹，用万物笔飞速写下：消耗19年，临时提高长青宫的内力。是否消耗19年寿命强化血丹？强化。超级血丹，服用后可大幅度提高内力，持续时间15分钟。内力护体也是7级武者，只要修炼了内力功法都能做到。该结束了。内力瞬间强大了数倍，煞气短时间内是入侵不了了。哼！这小子的身体硬度比9级武者还强，我总算是知道为何那阴阳宫的人要保护你了。其实赤峰完全可以施展神之威，最多3息便可解决战斗，但那消耗的煞气量太大，不利于他后续夺取母煞的行动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不用等15分钟，我的身体就先被这妖道锤爆了。既然跑不掉，那就借刀杀人。制邪剑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是谁将你拖住了？哼，血肉道观的高层，一个神威境的年轻人，我明明发了求援信号，你为何不来？若你我联手，绝对可以将其击杀，甚至是抓住。这个事你必须给我个解释。解释？擅离职守是和我商量了吗？蓝老魔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哼，你告诉他刚刚发生了什么。秉志长老，刚刚这边有19级武者杀了我们不少人。9级武者人呢？不知道。哼，这就是你的解释？母煞重要还是那武者重要？你若是老老实实待在这，我又怎会偷鼠忌器？母煞还有多久现世？最多5分钟。悠然，好强大的煞气波动，是他？你认识？刚刚同你说的神威境年轻人，不过1人就敢来虎口夺食，找死！蓝老魔虽不想承认，但那人很强，比我强，千万别留手。不用你说。
那边发生了什么？好强大的煞气波动，又来了位神威境拜什么？也算是好消息。水月魂，那老夫取得母煞的概率越大，可惜小宝不在这。就是前面。想借助阴阳宫的力量摆脱我，母煞估计也快现世了，正好一劳永逸。这里的黑夜充斥着各种不祥、摄人心魄的煞源，杀不死的怪物，被扭曲人性的妖道，而被妖道追杀到绝境的我，只能驱虎吞狼。有东西过来了，母煞马上出世，这个时间段出现的绝非自己人，别犹豫，露头几秒。我靠，这么狠！兄弟们，血肉道观的狗东西来抢母煞了，快拦下他！一群垃圾。好强的煞气波动，吸取全身精血，是血煞，神威境的血煞，快去西边请长老。聊胜于无。那孩子怎么又被拜神盯上了？还是神威境，不过短短10多分钟，实力又提高了数倍。这样成长下去，这个世界或许还有希望。可若这个时间出手，后续想取得母煞将难如登天，取不到母煞，我又该如何守护真实之人？猫抓老鼠的游戏结束了。没有借力点，躲不开了。遇事不决，可问春风。春风不语，遵从本心。就在李清风准备出剑时，反应倒是挺快，神树境弟子，不要让这小子跑了，只要不弄死就行。事后本长老都有赏赐。明白，这就通知他们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腐肉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先抓人。阴阳双煞凑齐了，有点意思，或许我可以改变下计划。我很好奇，那个凡人武者到底有什么秘密，让你穷追不舍？不过追击一个凡人武者追到这里，你的目的应该还是未出世的母煞吧？这邪君少说废话，杀了他，母煞不容有失。年轻人就是年轻气盛，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吧。你不是一直想出来玩吗？交给你了。愚蠢，狠做出来了，可就不会回去了。蓝老魔不对劲，他身上有另外一股煞气存在。好浓郁的杀气，这是杀煞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该死！现在可不是探讨这些的时候，不能再拖了，出全力！神之威降临，神之威降临。虽惊险万分，不过计划还算成功。希望这2位神威境拜神给点力，将那妖道给斩了。杀弟之仇，恐怖如斯啊！但怎么没看到老爷子？是没有出手，还是说已经？老爷子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跑得还挺快，怎么不继续跑了？好久没吸食高级武者的血肉了，长老可是说了，只要不死，随我们怎么玩。吸不动，好强悍的内力，师弟师妹们加把劲抽干他！还真是麻烦，可惜了。破煞刀对神树境的伤害微乎其微，以我如今的身体素质，等寿命足够多，直接整个手持100毫米高射炮玩完。神威境都被拖住了，这是个搜刮寿命的好机会。既然神树境杀不了，那就杀神体境和觉醒境。我不再与这些神树境纠缠，掏出流沙符搜索附近的神体境和觉醒境。顶着神树境的攻击，杀神体境太麻烦了，不划算。我将目标放在了觉醒境，以我如今的体质，觉醒境那都是1刀999。不过就在杀第5名觉醒境时，阴阳双煞，镇压。
卧槽，不讲武德，完全动不了，完了！好硬的身体，笨呐，用煞气消耗他的内力，等内力耗尽不就行了？快了，还有1分钟，母煞就要出世了。那孩子的内气量应该还能撑个2分钟，等取得母煞，再带那孩子一起离去。不，该死！明明我都成功了，赤峰你是故意的，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本座不甘了，只要你还需要我的力量，总有一天我会彻底掌控主动权。神之威降临，血海滔天。还真是感谢你们俩啊，替我暂时解决了一大隐患。你是怎么做到同时掌控2道煞气还没爆体而亡的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刚刚消耗了不少煞气吧？这个状态你们还能撑多久？1分钟、2分钟，还是说3分钟？哼，别和他废话，他的煞气量也绝对不多了，耗也能将他耗死。时间开始1分1秒过去，很快，一道阴冷至极的寒意在一水潭中爆发，阴煞煞元出世。也就在这时，这道剑光闪过，正是老结界可拦不住老夫。李清风，他的性格可不会堕落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疯狂一把。你笑什么？9级武者可破不开结界。事情越来越有趣了，不过可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。用神威境的紫煞来补充消耗的煞气，该死的狗大户！蓝老魔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现在局势要彻底失控了，这道母煞仅凭我们估计要守不住，现如今只能启动预备方案了。不，再等等，我们还有机会。玄冥祭灵阵，力量，我的力量！不，长老，我为门派立过功，我为公主流过血，你们不能这样。2打1，优势在我们。哦，是吗？这都是活生生的寿命啊！暴殄天物的混蛋！老爷子没死，不过母煞好像处于结界中，还有机会。老爷子，我或许有办法破开这个结界。这里的黑夜充斥着各种不祥、摄人心魄的煞元，杀不死的怪物，被扭曲人性的妖道。而今晚我准备夺取煞元。老爷子，我有办法破开结界，取走煞元。孩子，你不该来的。这里的情况，哪怕是我也做不到全身而退。我们都没有选择了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何不如拼一把？老爷子，借剑一用。如果能活着离开，这孩子或许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希望。我快速接过，用万物笔在剑身写下，可破开一次神威境部下的防御结界。是否消耗121年零291天寿命，强化青钢剑？这么多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放弃是不可能的。事后多杀一些败神就回本了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39年零117天。不好！那凡人竟破开了结界，哪怕是我也需要花费一番功夫。李清风是他什么人？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该死，那小子有古怪，制邪军快摇人，我来拦下他们。功劳什么的现在不重要了。蓝老魔，功劳可以分，但那小子的秘密可不简单，囊多了，肉可就少了。不用你说，又换手机了，旧的呢？当然是泛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行了，赶紧摇人。不知道来的会是谁，希望不要是那位，否则那小子的秘密可就独享不了了。极寒之域，冰封。走。血豹，制邪军可是母煞出现了意外。边追边说，哼，母煞被19级武者抢走了，还有血肉道观的人也参与了进来，人就在前面。真是废物，在自己的地盘还被人抢走了母煞。又来了4个神威剑，这道母煞看来得放弃了。
不过也不算一无所获，成功借助阴阳双煞的力量压制住了杀煞的意识，缓解了濒临崩溃的石海。趁这个时机，得尽快吸收第3道煞元，以此来达到一个全新的平衡点。可惜了，若是拿到这道阴煞煞元，那现在便是掌控第3道煞元的最好时机。分开了，分开追！诸位，我和蓝老魔的煞气消耗太大，拦不住那血肉道观狗东西。废物！青姬，这会你们去追那血肉道观之人，其他人和我夺回母煞，交出母煞，加入我们阴阳宫，以你们的资质，定可获得公主的赏识，不再追究今日之事。哼！我觉得还是杀了为好，以绝后患。4个神威镜，孩子，等会老夫替你开路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老爷子有没有符箓什么的？随便什么功效，最好是速度方面，我有办法甩掉这群妖人。这孩子好像有某种特殊的能力，或许真如他所说，这是老夫消灭一无情庄妖人缴获的一张符箓，但具体效果不明。我连忙接过符箓，用万物笔飞速写下，消耗39年寿命，可随机传送2人至最远距离。做哈！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117天。老爷子抓紧我！消失了，术法吗？他一武者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能感应到气息，在东南方向。东南，青姬他们也在那边。通知青姬、赤火，别管那妖道了，母煞不容有失，我们继续追。是那凡人的气息。他们不是在西北方向，怎么瞬间出现在了附近？后面的尾巴也朝那个方向追去了。其他尾巴过来需要一点时间，稍微布置下，也不是没有希望拿到母煞。如果可以，连人带物一起带走。我连忙掏出流沙图，开始确认位置与威胁。刚打开便看见一道醒目的红叉就在附近。不对劲，这里好像是森林外围，用不了多久，那群妖人便会追来。走！老爷子，方向错了，那边有敌人。这里的黑夜充斥着各种不祥、摄人心魄的煞元，杀不死的怪物，被扭曲人性的妖道，而我正被一群妖道追杀。老爷子，方向错了，那边有妖人。啥呀？老爷子，没事吧？阴阳双煞，孩子，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不，分开跑！你一旦被拖住，等后面的妖人追上，你会死的。哼！给老夫滚开！走！一个也跑不掉！玄灵之境，镜像空间。那老头的剑很强，镜像空间坚持不到优妹他们赶来。何须如此麻烦？再强那也是凡人之躯，神之威不可！你刚突破神威境，还不能完全掌控神灵的力量。那老头很强，避免其跑掉，动用那招限制住他们的行动，等优妹他们赶来即可。真是麻烦！别废话，事情搞砸了，后果你承担不了。哼！极阴。极阳，阴阳双煞，镇压。又是这招，完全动弹不了。老爷子有没有办法破开？破开没问题，但治标不治本。还没等我们离开，阴阳双煞的力量又会降临。有破除的办法吗？有，杀死任意一人，或者以力破之，但这都不是9级武者能做到的。既然武者办不到，那借助拜神的力量呢？吸收母煞，获得拜神的力量，这本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。引煞入体需要时间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够。真没办法了吗？该死！要是给我时间，什么拜神，通通都是垃圾。芷然，清泉有办法哦。清泉，你醒了，什么办法？杀了便是。
卧槽，战甲，清泉你的新能力嘛，能斩神威的能力有点帅啊！不行，等寿命攒够，整个高达完满，对，必须整个。这是至高形态，开启后相当于觉醒境拜神的斩了。不过至高形态的被动技能是弑神，只要用手中的刀斩在其本源上，哪怕是神威境也会被吸干。不过清泉破不开那妖人的防御，交给老夫吧，清泉我会替你创造机会，争取一击毙命。老爷爷加油！天启剑，终末之风。不好，那老头要强行破阵，加大煞气的输出。一剑出物，万坊让路。不能让他们跑了，继续压制。极阴，极阳，冷远。你很强，但凡人终究是不了神。你神威境的煞元，真是美味呀！没有寿命增加的提示，必须要亲手击杀才算嘛！老爷子，我们真厉害！避免那拜神复活，等清泉吞噬完，立马离开。你们做了什么？赤火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以你们的力量，不可能做到。心机的内心瞬间便被恐惧填满，因为武者杀不死他们。他们在面对武者时，一直都是只攻不守，但今天赤火便因为这种自信丢了小命。老爷爷，我们继续嘎嘎乱杀，不要让他跑了。神之威降临。追还是不追？可追的话，是真的会死的。赤火居然死了，本源与精血都被抽干，是那血肉道观之人所为。不是那9级武者。废物，看来秘密不少啊！这次本座不会让你们跑了。孩子，若是你活下来了，还请替我找到李平安，将他从深渊中拉回。如果等哪天你站在了世界的顶端，还请拯救一番这个世界。孩子，如果等哪天你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，还请替老夫拯救一番这糟透的世界。老爷子，你……有我李清风在，人放进行。好强的内力！此等人物若是成为拜神，其潜力恐怕不弱于公主。可惜了，潜力过于巨大，已经失去招揽的意义了。尤吉，这老头交给你们了。我和蓝老魔煞气消耗过大，留在这也不过是锦上添花。逃走那小子交给我们吧。幽姬姐姐，赤火不是死在李清风剑下，是逃走那人类身上的一只生灵所为。看蓝老魔他们的行为，恐怕那人类身上还有其他秘密。这样就说得通这一路他们两人怪异的行为了。青姬，你用玄冥之境分出一道分身留在这，本体绕过这老头，将那小子抓回来，事情办隐秘些。不过17级武者，其价值远不及煞元及9级武者重要。况且煞元可是在你们俩手中兜的，我们可不是来给你们查屁股的。他发现了，应该没有。不过若是我们执意去追击那小子，他们绝对会起疑心。那小子身上有我们种下的印记，等这边事情告一段落，再去抓那小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这新手机拿着，事后方便联系。我用旧的就行。旧手机我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行，废话少说，一起上，杀了这老头。血杀炼狱。血煞炼狱阵，该死，是那血肉道观的妖人，他什么时候布下的阵法？神之位降临，一起破阵，快，不能让他抢走煞元。该死，我们快追，不能让他逃了。追？怎么追？看见那阵法没？定向传送阵，最远距离完全可以从这传送至他血肉道观的地界。走吧，二位。去哪？你们搞砸的事情，当然由你们去向公主请罪了。你救我的目的是他吧？你救了我，
那他是你的啦。李清风，我听说过你嫉恶如仇，坚守道德底线的一个好人，可在我看来，这种坚守是那么的可笑。你想表达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仅凭手中的剑可拯救不了这个世界，不然你也不至于冒险夺取沙源。但这股力量是一把双刃剑，我有办法抵消煞气的侵蚀，而且使你比一般的拜神更强。2道煞气，你告诉我这么多，是想让我加入血肉道观？血肉道观？有没有兴趣重启这个世界？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欢迎加入。你为什么要杀那孩子？他杀了我的亲弟弟，我那愚蠢的弟弟被煞气侵蚀了神智，对他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，但一码归一码。那凡人对你很重要吧？1年，我给他1年的时间，若是能活到那时候，我会去杀了他。当然也有可能是被他杀死，不过那都不重要了，反正我的结局早已注定。四王嘛，替我护法。主人，老爷爷会死吗？清泉不想老爷爷死去。清泉，我们现在的实力太弱了，等我们成长起来，回来替老爷子报仇，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。对，一个不留。不仅是阴阳宫的妖人，还有其他拜神。一切正常，没追来嘛？虽然流沙图显示一切正常，但我知道这是暂时的。我敢肯定，我身上绝对有类似标记的东西。那群妖人现在不过是被老爷子拖住，等空出手，我还是会被他们找到。必须要尽快清除掉身上的标记和换一副模样。现在只剩下117天寿命，必须要尽快猎杀一些拜神或者煞兽。我快速扫过流沙图，很快便将目的地改成了清风城。这里既然是阴阳宫的地盘，那清风城内肯定有拜神，而野外想遇到拜神的几率太小，我可不敢去赌。至于我留在森林外围的行李，也没重要东西。这个方向，清风城不对劲。若我是他，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进城。难道是障眼法？心机思考再三，用煞气凝聚出一只飞鸟，飞往清风城，通知那边驻守的弟子，若是有7级武者入城，立马封锁城池并发出信号，而他自己往其他方向追去。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过去了？好像是一个人，要通报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和这种大佬级人物扯上干系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万般叫完公粮后一起喝的。奇怪，这不该是个人吃人的世界吗？怎么这清风城如此正常，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？很快我便发现哪里不对了。眼前这个街道虽然清冷，但也有行人和商贩，但这些人都是年轻的男人，没有小孩、妇女和老人。我心中虽有疑惑，但也没过多在意。我的目的是城中的拜神。清泉，你确定这清风城最强之人是神树境？没错，主人，猎杀时刻开始了。主人，猎杀时刻开始了。一个也跑不掉。清泉感应这座城所有的拜神。发现你了，出发。谁？磨灭一缕迷魂煞，寿命加30天。不对劲，这拜神的打扮明明是阴阳宫的人，金手指的提示却是迷魂煞，而不是阴阳2煞。寿命也对不上，消灭觉醒境拜神的寿命范围应该是在20年左右，现在只给30天，金手指吃回扣了。哼！清泉，怎么了？主人，这2人身体中没有紫煞，而且刚刚这2人被杀时，我隐约感应到2道微弱的煞气钻入了地里。我心中顿感不妙，看着眼前的尸体，直觉告诉我最好马上离开清风城。但现实是，这附近就这一个城池，离开城池我将很难遇到拜神，而我又急需寿命来净化身上的标记，不然等神威境追来，那我将十死无生。我连忙掏出流沙图，但一切正常，附近没有代表危险的红叉。清泉，这院中有没有拜神？有煞气的气息，不过没有拜神。这2人不可能无缘无故驻守在这，里面有什么？身怀6甲，怎么会这么多？这是阵法，可2座阵法为什么只有1座里有人？主人，我们要不要救他们出来？自身都难保，贸然救出他们，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好事吗？那也比被困在阵法中强吧？清泉不能理解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，别难过了，这台新手机送你了。旧的呢？旧手机我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，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腐肉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好耶！
我将目光从院中移开，看向了院后的房屋。我快速将其一一打开，里面全是眼神呆滞的妇女。难怪城中只有年轻男子，不过老人和小孩去哪了？磨灭一缕迷魂煞，寿命加0减3天。消灭普通凡人，竟也增加了寿命。迷魂煞，迷魂，难道说他们都被迷了心智，还是说被操控了？主人，他死后也有一道煞气钻入了地里。清泉，我们去下一处地点。我心中的危机感越来越强，很快在清泉的指光觉醒之后就猎杀了10来人，神体境也有3人，但毫无例外皆是一副空壳，且死后会有一丝煞气钻入地里。而我也发现了数座院人，院内情况一模一样。当前剩余寿命2年023天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可按这个进度，哪怕将城中的拜神全杀光，也没多少寿命。磨灭迷魂煞，寿命加0减3天。该不会整座城都被迷魂煞控制了吧？星泉，你确定城中最强者是神树境，控制了整座城？神威境恐怕也做不到吧？确实是神树境。弟弟呢？有没有感应到煞气或者拜神的存在？应该是没有。怎么会没有？弟弟绝对有东西，或许是阵法隔绝了清泉的感知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这座城池绝对不能再待下去了。未知的危险往往都是致命的，我不敢赌，哪怕直面神威，我也不想再待在清风城中。我掏出流沙图，确定没有针对我的危险后，朝城门跑去。虽然，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，我迷路了。无论我怎么用流沙图确认方向，也到达不了城门处。准确的来说，是一直在城中打转，靠近不了城墙和城门。是阵法，还是我也被迷魂煞影响了？有完没完？这个该死的世界！星泉，带我去找那个神树境拜神。交给我吧。而此时，清风城外，一只青鸟正急速飞来。不过就在青鸟刚一飞进城中，便被数道紫黑色煞气包裹，没多久便被吞噬一空。青鸟的气息在清风城消失了，能做到这点的只有驻守在城中的执事。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清风城绝对出现了变故，那凡人的踪迹也彻底消失了。如今唯一的线索便是清风城。正好一并解决。是他吗？清泉？没错，他就是城中最强的拜神。做好战斗准备。明白。至高形态。清泉现在的至高形态，在吸收神威境拜神的力量后，其战力达到了神体境。武者血杀，真是个奇怪的组合。城中的一切是你所为。你指的是迷魂煞？果然是你。阳煞？怎么可能是阳煞？你没被操控。7级武者若是能吞噬他的肉身，那我或许便能突破至神威境。神威境的力量绝对可以逃离清风城，不过吞噬之前得让阳煞侵蚀他的身躯，否则大打折扣。我可没说过是我所为。第3天了，恐怕城中已经没有正常人了。你知道些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否则大家都会死。拜神都是一些疯子，他的话绝不可信。最好的办法便是杀了他。神树境拜神，少说也有100多年寿命，100年寿命再不济，也可以让我安全离开清风城。整座城的活人皆成为了傀儡，找不到出城的方向。告诉我一切，我可以考虑与你合作。这是自然。3天前，清风城发生了一场地震，随后城中的凡人和拜神皆陆续被迷魂煞吞噬，并操控了心。我怀疑是迷魂峰拜神搞的鬼，可我在城内没有任何发现。既然城中没有发现，弟弟呢？还有你为什么没被操控？你有那些护体，而我有阳煞护体，短时间内不会被迷魂煞影响，但这个时间不会很长。至于弟弟的情况，我并不清楚。我这段时间都在找覆盖清风城阵法的核心，只要破除掉阵法，那我们便可逃离这里。弟弟的情况，我是自然探查过，那群鬼东西，他可没把握对付。至于阵法核心，完全扯淡。他的目的是让阳煞侵蚀我的身体，吃掉我，然后逃走。当然这些我并不知道，不过我也不会完全相信拜神的鬼话。阵法核心找到了吗？跟我来。清泉，一有不对，直接出手。明白。情况有点不对，街上的普通人似乎都在往我们这聚拢。不好，暗中的人准备收网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破除掉阵法核心。话音刚落，被操控的普通人便如下脚般朝我们扑了过来。虽然配合到最拙劣的手，但这也大大推延了速度。而每当一名傀儡倒下时，便有一道微弱的煞气钻入地里。
就在我们甩开人群后，所有的傀儡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身躯在飞速干枯，一缕缕煞气从其体内装入地里，最终化为飞灰。阵法核心便在这座院子地下，这阴阳二阵本是我和我属下布置，可惜了，还没等我们运转阵法破阵，他就被迷魂砂操控，而阵法又需要两人同时运转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找你合作的原因。你若是同意合作，我把这个给你。不必，我已经在左下角领到苹果16 Pro Max 了。我也下载过左下角，怎么没领到？你下错了，要认准我左下角才行。有什么区别？最近广告鱼龙混杂，很多厂商恶意剪辑我们的视频，把左下角换成其他不靠谱的链接。果然是我下错了，一定要认准我左下角的阴阳双剑。这次厂商进行了福利升级，不仅能领苹果16 Pro Max， 还有不限量的华为 Pro 70配套送，还真是上线就领取界面了。放心去左下角下载吧，上线升级，苹果华为轻松领到手。我这就去下一个。我是说完便进入了阴阵，阴阳二阵皆拥有加速生长功效，但不同的是，阴阵是给还未出生的婴儿加速，而阳阵则是给出生后的婴儿加速，只需要1个月，一名婴儿就能从胎盘成长至16岁，但这种成长只是肉体上的，而这种做法基本所有被拜神掌控的城池都在做，而若是武者或者凡人踏入阵法，便会被庞大的煞气包裹，短时间内便会被煞气侵蚀，成为大恙。他在说谎，这2座阵法城中至少也有5处，绝不可能是为了破除阵法核心所设。不，恐怕阵法核心也是假的。为了验证我心中的猜想，我掏出流沙图，果然一道代表危险的红叉出现在那拜神所站的位置上。他骗我入阵，无非就2个目的：困住我，或者吃了我。无论是哪个目的，这阵法绝不能进。时间不多了，快进去，我们必须马上破阵。星拳，我们走。哼，他发现了，罢了，那就多费些功夫，将人打残了再扔进阵中。一个凡人武者再强，伤不到我也是白搭。奇怪，怎么街道上一个人都没？等的就是你。力量、速度、防御，我都占据上风，这把稳了。这拜神的不死特性，若是破煞刀无用，那就让清泉收拾残局。白费力气。小子，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凡人会死，而我在你面前是不死的。消灭一缕阳煞，寿命加2年零77天。哦，有戏！你能伤到我本源，该死！答应你不会有机会。本源重启。废话真多。清泉，你息慢点，这人头让给我。消灭一缕阳煞，寿命加2年零33天。一条条寿命增加的提示开始疯狂刷屏，若是可以，我能眼睛不带眨的砍上3天3夜，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。消灭一名残废神树境拜神，寿命加4年零99天，当前剩余寿命158年零233天。只要能破防，那破煞刀也可以对拜神造成伤害，不过效率太低了。神树境在清泉的辅助下都砍了几十刀，要是神威境，不得砍个999啊！地震了，清泉，你没事吧？主人，我没事，这里好臭啊，清泉都快被熏晕了。好强的腐蚀性，似乎还有煞气在入侵，必须尽快出去。长青宫的内力挡不住多久，清泉，抓紧我！消灭一只幻瞳地魔，寿命加40年。白减40年寿命，幻瞳。地震，难道说城中的一切是这玩意整出来的？这么弱，应该不是他，或者说不只是他。这地底绝对不止这一只地魔，不排除这地魔有首领之类的存在。我用破煞刀试了试幻瞳地魔的表皮防御，能破开，就是有点吃力。或许该升级下装备，面对后续的危机。想到这，我用破煞刀将地魔的皮剥了下来，将喷火器的炮筒用地魔皮包裹，将其卷成一根管状物体，随后砍下一根骨头塞入其中，并从怀中掏出仅剩的血烛也塞了进去，并用万物笔在表面写下大口径火箭筒，搭配穿甲弹，加强初速和穿甲弹硬度，并可对拜神产生伤害。没有弹药时可消耗寿命补充弹药。是否消耗140年寿命强化黑夜特工版火箭筒？贵是贵了点，但1分寿命1分货。梭哈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58年零233天。
黑夜特工版120毫米火箭筒，搭配1枚120毫米特制穿甲弹，初速每秒2000米，最大射程2万米。穿透目标后可对煞气造成毁灭性伤害，并可自动填充弹药。1枚40年寿命，请不要轻易使用它，除非你的体质远超美式翘臀。乖乖，2000米每秒的初速，而且看属性，只要破防便可杀死拜神，只要命中神属性，估计得交代在原地，就是这消耗的寿命多了点。本还想靠火箭筒来刷寿命的我不得不放弃，只希望地魔首领挡不住穿甲弹。主人，这是什么？让敌人升天的大宝贝，那岂不是很美？可惜太大，清泉用不了。接下来便是刷怪攒寿命，若是神威镜拜神追来，穿甲弹没效果的话，便强化传送道具跑路，并净化身上的标记。我快速过了一遍计划，有一处漏缺，我从怀中取出1枚血丹，花费了40年寿命给自己加了个免疫神威镜级之下的迷魂煞，持续时间1个时辰。这下万无一失了，好了20多集，等我出关，从血肉道观砍到阴阳宫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空无一人，清风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凡人小子也不见了踪迹。这里有发生过战斗，还有这个深坑，迷魂煞的气息，必定有东西。夜深了，千万别出门，因为他盯上你。心中无女人，拔刀自然神。傻大哥，幻术对主人可无效哦。消灭一只幻瞳地魔，寿命加42年，当前剩余寿命179年零117天。穿越过来20几集了，这里简直是天堂。清泉继续感知附近的地魔。收到。高达大1万战机，等攒够寿命，通通安排上，顺便再修个仙。到那时，什么拜神、煞兽、怪物，全都是战五渣。主人，洞穴深处有一道母煞，还有一道很强大的煞气波动，气息和这傻大哥是同源，应该是神术境巅峰。不对，又好像是神威境，忽强忽弱的。是受伤了，还是说在突破？很快我便不再思考这个问题，哪怕地魔 BOSS 是神威境，也是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我更惊讶的是母煞，这里居然有母煞！记得老爷子说过，母煞极其稀少，可我短短2天就遇见了2次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主角光环？等等，我将目光看向清泉，我似乎遗漏了某处细节。清泉，我记得你有个幸运天赋。幸运？没错，某种意义上的幸运哦。主人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某种意义上的幸运，这样就解释得通了。什么解释呀？不懂。不过我换新手机了。那正好，旧手机放爱回收卖了吧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 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那听主人的。很快我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给理清了。自从我出村后，明明啥也没做，但生死危机已经经历了数次，相对我的实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，这或许便是幸运的体现。只是这种幸运风险很大，若是挺不过去，便会成为不幸。要不要？我看着清泉，瞬间便将刚诞生的想法给掐灭。清泉是这个世上除了老爷子，我唯一的朋友了。况且这并不是坏事，这种幸运能加速我的成长。清泉，除了地魔 BOSS， 其他地魔的位置呢？大多都聚拢在 BOSS 身旁，少部分分散在洞穴的各个入口，但都没有落单，最少也有2只傻大哥。都在 BOSS 房，这就难办了。清泉，我们先清理分散在洞穴的地魔。主人，这些傻大哥不是聚在一起吗？我觉得可以在地底深处埋一个超级派大星，将这些傻大哥全给送上天。好像也不是不行，剂量足够 ，BOSS 也得饮恨于此。先将外围的地魔收割，攒够寿命，再搞波大的。很快我便在清泉的指引下开始收割地魔，以我如今的实力，可正面硬干2只地魔并做到斩。若是遇到2只以上，直接见 catch。消灭一只幻瞳地魔，寿命加37年，当前剩余寿命588年零117天。最后一只了，这个通道后面便是 BOSS 房了。不过闹出这么大动静 ，BOSS 怎么也没任何反应，连小弟都没派一只出来。算了，管他呢，只要确定至少有20只小地魔，怎么也可以收割7、800年寿命，500多年的大1万。乖乖，这爆炸范围恐怕有点大啊！就在我思索安全距离时，主人，不好了，后面有一道神威境的阴煞在靠近。阴煞？
阴阳宫的狗东西追来了！我连忙取出流沙图，果然一道醒目的红叉正往我这个方向而来。在不清楚火箭筒能不能破防的情况下，绝不能正面硬刚。或许可以借刀杀人。我连忙取出一枚血丹，花费了4年寿命强化，获得了5分钟的隐身效果。清泉，我们进去。死于刀伤和贯穿伤，奇怪的武器应该是那凡人小子干的。他的目的是这幻瞳地魔，聚集了不少的幻瞳地魔。等等，迷魂母煞。这里竟然有迷魂母煞，若是能得到这迷魂母煞，那我也能培育一群拥有迷魂煞的大妖。拜神的境界提升有2种方式，第一便是吸食被同源煞气侵蚀的血肉，第二便是吞噬除了本源外的拜神。一只神树境幻瞳地魔也配持有母煞。不对，在我们阴阳宫，哪怕是神威境，拥有母煞的也不过是寥寥数人。迷魂峰在搞什么鬼？难道说出现了某种变故？若情况属实，这将是一份天大功劳。这只幻瞳地魔首领得抓活的，至于这群小的，幻境不是梦境，压榨母煞的力量来制造困住我的梦境。暴殄天物的畜生，吞噬了你，吾将突破至神威境，这叫物尽其用，杀女人。这梦境最多也就是困住我，梦境中的你也不过神术境，奈何不了我分毫。等母煞的力量耗尽，这梦境不攻自破。为了将你引来，吾自然有万全之策，可不要忘记了，外面可还有不少我的手下。神之威降临。你我过来，你是故意将我煞气所化的青鸟吞噬的。神之威状态下，你又能持续多久？等你煞气耗尽，便是我享用美味的时刻。那女人的杀气快见底了，试试看能不能轰开神威境的防御。若是不能，再动用大1万。能破开，但也就是个皮外伤。若是没有开启神之威，连发轰在同一个地方，说不定真能带走神威境。我不再迟疑，手持破煞刀，削出一颗巨石后，用万物笔飞速写下：消耗500年寿命，强化方向，原子弹，可对煞气造成伤害，可远程引爆。是否强化？梭哈，强化成功。当前剩余寿命85年零117天。清泉，这个给你，3分钟后让异术升空。明白。可主人为什么要等3分钟？这3分钟是给我们用来跑路的。说完，扔下大1万，我便带着清泉疯狂远离这里。以我如今的速度，3分钟足够我跑到8公里开外。500年寿命，应该还不足以达到沙皇炸弹那个威力。世风，你还要阻拦我？若是清溪死在这，你我都不好和上面交代。哼，你就不好奇那凡人小子扔出去的铁疙瘩，若是经过他手救下清姬，那这次的计划将天衣无缝。5分钟后，若是那凡人没有给我惊喜，那就按原计划行事，让母煞的气息完全爆发，吸引阴阳宫的人过来。这是自然，看戏吧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嗜血怪物和妖人，我知道恐惧皆来源于恐惧，于是我数够大1万，众生和平。主人，3分钟到了，我们要不要现在引爆？秘书，这距离以我如今的身体素质，应付余波问题不大。清泉躲我身后，准备远程引爆。明白，秘书升空了。消灭28只幻瞳地魔，寿命加1064年。那该死的两脚羊坏我好事，该死就不该放任其不管。最多再有2分钟，我便能吞噬那个傻女人，突破至神威境。不干，我不。傻女人，老娘忍你很久了，若不是活着的，你更有价值。你的下场便是如此。你最好期待你身上的秘密，是我想看到的。那凡人武者的秘密也不小，一起上报好了。这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出。好了，天衣无缝，筹码已经给出，我相信阴阳宫的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倒是你们迷魂峰，他们必将试探，可别露出马脚了。这将是一场盛宴，你迷魂峰与我血肉道观为阴阳宫准备的盛宴。峰主和大长老为此事准备了数月，不需要你们提醒。希望如此。拿着，方便联系。新手机旧的去哪了？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。
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 还卖了3000多呢，靠不靠谱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那凡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如此强烈的爆炸，还有那怪异的铁管。想知道，你去请教一番，不就知道了？你不去？我对他没兴趣。什么意思？我有兴趣。开个玩笑，他是你的，前提是你有那本事。哼！赤峰怂恿他去找那孩子，并阻拦我。不要忘记了，你答应过我，1年内不找那孩子麻烦。我这不没去吗？你放心，我赤峰一向说到做到。你以为我不这样说，竟难道就会放过他？况且我可不认为他能抓住那小子，适当给一些压力，有助于他的成长。至于说阻拦你，你若是和镜产生了冲突，动用过多煞气，你的神智便会进一步被煞元影响。在没有吸收第2团煞元达到平衡前，你能不动手便不要动手。这次计划很成功，以我的功劳，关主会赏赐我1团血煞母煞，那是给你准备的。不破坏我们梦想的前提下，我不会干预你的行动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我不放心，不过老夫不会出手的，事后我会去找你。呵护在手心的花朵可经不起风雨啊，竟不能死，这会影响我们后续的计划。世风不知道的是，李清风服用了1颗可抵消引煞入体副作用的丹药，而此时苏墨正一脸兴奋地看着4位数的寿命。当前剩余寿命1149年0117天。哦，4位数啊，怎么花呀？修仙不行，修仙需要时间，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危险，睡个好觉都是一种奢侈，更别提修炼了。或许可以利用金手指来加速修炼，可寿命远远不够。记得老爷子说过，皇城还未被拜神掌控，或许我可以再散点寿命，然后在皇城修仙发育。哼，艺术真美呀！主人，别发呆了，我们回去看看成果吧。清泉可是很久没有品尝过拜神的滋味了呢。嘿嘿。那拜神和地魔 BOSS 没被炸死，但肯定也不好过。那正好一网打尽。主人，附近有一道神威境的迷魂煞。迷魂煞，这阴阳宫在搞什么飞机？这里不是他们的地盘吗？这都快变成其他拜神的后花园了。希望是路过吧。我快速打开流沙图，一道代表危险的红叉正朝我的方向而来。清泉，你这幸运，一般人还真无福消受。主人，我们都有1000年寿命存款，这次不跑啊！梭哈，干掉他！现在我已经拥有杀死高级拜神的手段，欠缺的是力量，破开其防御的力量。9级武者的老爷子能做到，或许将力量提升到老爷子那个层次，斩杀神威境的拜神也不是不可能。想到这，我取出1枚血丹，并用布条包裹，用万物笔写下，服用后可使我如今的身体强度达到9级武者，且无副作用。是否消耗1195年强化超级血丹？我操，开什么玩笑！我从普通人强化到7级武者，也就花了200多年，7级到9级竟需要4位数。或许4位数是修仙的底线，而这已经是武者的极限了。我用万物笔将布条上的9级改成了8级巅峰，花费的寿命则变成了500。8级武者绝对破不开神之威的防御，那花这500年毫无意义，还不如强化传送道具跑路。或许可以转变下思路。我从怀中重新取出1片布条，用万物笔写下，服用后可使我的身体强度达到9级武者，无任何副作用，成功率10%。是否消耗50年寿命强化血丹？50年可以试试。理论上来讲，10%的概率，10次必有1次成功，但这只是理论，而我要做的是用电子来增加成功的概率。随后我从地上拔了9根杂草，花费了100年寿命强化出了9根概率为1/1000的杂草。一连9根下肚，毫无意外全失败了，不过这也是我想要的。就是现在，1颗血丹，2颗、3颗、15颗。严重怀疑这金手指的概率是企鹅出品的。清泉，这颗血丹你来喂我。主人，你手在抖哎。废话，能不抖吗？所有的希望都交托给你了。交给我吧，一发入魂。在清泉的帮助下，终于在第18颗时成功了。一共花费了850年，也算小赚345年，但这记电子大法运气再差点就血本无归了。以后增加别的副作用来减少强化所需的寿命。迷魂煞的置换效果不得不防。想到这，我又花费了40年寿命，获得了1个小时免疫神威境幻境的 buff。
小子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将一块石头变成威力巨大的爆炸物的？还有你背上的怪异武器的，你都看见了。清风城有我的布置，所以你进城后的事我都看见了，不过很可惜没听见。可这不重要，确实不重要。杀了你，秘密便永远成为了秘密。这里的飞叶游荡着嗜血怪物无妖人，而我可通过克命来强化万物，但这个秘密暴露。杀了你，秘密便永远是秘密。不愿说愚昧无知的凡人，陷入永无止境的噩梦，而本作将在你内心最深处挖掘你所有的秘密。背叛、杀戮、恐惧、未知，是不是很有趣？磨灭一缕迷魂煞，寿命加50年。这一刀是不是也很有趣？废话真多。九级武者在洞穴时明明是7级。清泉躲我身后，找准时机给他致命一击。了解。避开了要害，但你又能避开几回？该死大爷的！本以为你最多免疫神术性的幻术和梦境，没想到连神威境都能免疫。小子，你的秘密有点多。所以你必死，耶稣也拦不住。好运的小子，热身结束了，神的力岂是凡人能抗衡？神之威降临。还是低估了神之威。没用，九级武者再强也是凡人的力。你虽然免疫幻境和梦境，可你也太小看迷魂了。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头有点疼。这些黑影是精神类攻击，不过长青宫的内力隔绝了大半，但内力消耗也很大。要不要强化个免疫精神攻击的血单？不行，这拜神剩余的手段我并不清楚，若是后续的手段也应付不了，现在投入的寿命岂不是打了水漂？身上可以用来强化的物品还是太少了，完全限制了金手指的概念及能力，他绝不可能长时间维持神之威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以退为进。小爷我玩尽兴了，就不加钟了。失去了幻术和梦境功能，我根本限制不了那小子的行动。这样追逐下去对我很不利。雕计已种下，等准备齐全再来抓这小子。想跑，问过我手中的刀了吗？就这样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。一斩查过后，在我的游击战术下，进的神之威维持不下去。磨灭一缕迷魂煞，寿命加250年，当前剩寿命359年零117天。就是现在。可惜了，穿甲弹没有命中破开的伤口。该死的小子，别得意，知道你秘密的不止我一人，可别提前死了。今日之仇，我记住了。好了，星泉还能感应到这孙子的气息吗？消失了。晦气还耗到300年，不，准确来说是260年。以后得想个办法来破开神之威的防御。主人，附近还有3道煞气聚集在了一起，2道神威境分别是血煞，还有1道没见过，另外1道是神体境的阴煞。他们没打起来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打起来呀？拜神都是一些疯子，不同的煞源可比武者的吸引力更强。应该是没有。主人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神威境不好杀，翻神术境还不是顺手砍了的事。你这想法有点危险啊。我打开流沙图，但附近并没有代表危险的轰叉。星泉，你确定没感应错？就在那边，不会有错的。这么大动静，按理来说不可能没发现我。既然流沙图没有标记出来，那就只有一个解释，这3个拜神对我没有恶意，至少现在对我没恶意。想不通的我不再思考这个问题，带着清泉往清风城而去，那里的战场可还没打扫。你怎么来了？怕你没忍住出手，不过看来完全不需要。那孩子的成长速度太快了，世风你的承诺还有效吗？确实是令人惊讶的速度。
你是怕我提前出手抹杀他？他的目标是消灭所有拜神，拯救这个世界，而我的目标是重启这个世界。本质上虽有区别，但现阶段的目的是一致的，所以我为什么要食言杀他？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，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。想要拯救这个世界，仅杀败神行不通的。我想那小子很快也会明白这个道理。至于说最后是他死还是我死，这重要吗？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需要你的助力。现在随我回关内覆灭，准备吸收第二团煞元。我那孙子的消息有打听到吗？我派人在寻找，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走吧。我的地魔 BOSS 还有美女小姐姐没了，都没了。清泉的大餐呀！干，气死我了！那孙子肯定也在我身上种下了标记，所以那孙子肯定会回来找我。哼，那这一身的标记洗不洗都不重要了，这喵的来一个我砍一个。没错，来一个砍一个。可接下来去哪？皇城在北方，不过需要横穿迷魂峰的势力范围，正好一路收割寿命，再到皇城科技修仙。公主，事情经过便是如此，我怀疑迷魂峰可能出现了某种变故。这畜生的记忆证实了迷魂峰确实发生了变故，可惜了，这畜生知道的不多，在获得迷魂母煞后，便逃到了清风城。哼，你怎么看？派遣长老探查虚实，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，再做定夺。这事我来安排。智邪君，这探查任务你怎么接了？哪怕真发现了什么，功劳也比不过那凡人小子的秘密大。而且听机将那凡人小子的秘密也说了出来，现在宫内盯上那小子的不在少数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那小子就在迷魂峰，正好一并解决。这里的黑夜游荡着嗜血怪物和妖人，而我准备横穿妖人横行的地界。主人，怎么停下来了？清泉，你说上一集我们才揍了个迷魂峰的长老，现在横穿迷魂峰会不会太冒险了？道理我都懂，可主人，附近的拜神势力除了南边的无情庄与我们无瓜葛，其他几家都有敌人呀。明明啥也没干，就四面楚歌了。罢了，按原计划行动，神威镜对我威胁不大，哪怕遇到神域镜，也有寿命，都得跑路。我掏出流沙图，确认方向后便继续上路。数个时辰后，我进入了迷魂峰的势力范围。主人小心，有迷魂煞靠近。强度怎么样？应该是神树镜吧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奇怪。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没实体，还是说在我砍中的瞬间分裂了？幻境吗？若是神威镜，或许还真要费一番功夫。主人，你这法宝哪来的？连幻境都能破开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比新车便宜了10多万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特划算。11月瓜子有砸价节，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可以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还能放瓜子拍卖。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分裂几次。只是瞬间我便斩下了数百刀，球形怪物似乎也到了分裂的极限，纷纷开始虚幻起来。没有寿命增加的提示，还没死。不好。主人，你没事吧？煞气涌入了我的身体。怎么可能？长青宫内力可是有隔绝煞气的功能啊！就在我想掏出血丹，花费寿命强化个驱散煞气 buff 时，煞气又在瞬间消失殆尽。啊！流沙图没任何反应。清泉附近还有煞气的存在吗？一切正常。正常？这怎么看都不正常，好吧？清泉，你刚刚奇怪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那袭击我们的煞气，有点不真实的感觉。不真实？真是邪门，是退走了，还是从头到尾都是幻境？要不要加个免疫幻境的 buff？ 保险起见，我用万物笔写了张针对幻境的强化需求。清泉，时刻注意周边的煞气，这个地方很邪门。主人放心。没多久，我便来到了一座破败的村庄。空了吗？也是，这个世道估计都死光了吧？小哥，什么空了呀？公子，什么空了呀？
这村庄明明一个人也没，这女孩什么时候出现的？阿飘，不过要是阿飘都长这样，也不是不能。清泉，她身上有没有煞气？是个普通人。普通人虽得到确定，但我不敢大意。掏出流沙图，一切正常，附近没有代表危险的红茶。小妹妹，这个村子就你一人吗？公子，你是眼睛出现了问题吗？张婶就在树荫下坐着呀。树荫看不见摸不着，是那女孩在开玩笑，还是我又陷入了幻境？清泉，你能看见吗？应该是没人吧，但那姐姐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公子，你不会真看不见吧？张婶刚刚走了，你当然摸不着了。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白薇，白色的白，微风的微哦。爷爷说有贵客到来，要请公子去家里做客呢，还不知道公子叫什么名字呢？你认识我爷爷吗？我看了眼四周的环境，心中确定这村庄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。女孩的爷爷又为什么要邀请我？我叫苏沫，他叫清泉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，应该是不认识你爷爷。白薇，你家也是这个村的吗？就在村东边。微微，贵客接到了吗？接到了。换新手机了，我用此物和你换旧的。旧手机我放爱回收卖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可方便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啦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我们快点回去，爷爷做的饭菜可香了。清泉，保持警戒。了解。王爷爷，大哥哥不是坏人，他是爷爷请的贵客。葛奶奶，您别急，我刚刚在二狗家看见小童了。那公子是爷爷的贵客呢。我毛骨悚然地看着女孩一路很开心地对着空气说话，但我很确定没有人，我也没有眼花。清泉，你能看到吗？他在对着空气说话。附近还是没发现煞气吗？没有发现。是幻境吗？可什么时候陷入幻境的？我不再迟疑，掏出事先准备好待强化的血丹。是否消耗40年寿命？强化血丹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余寿命319年零117天。服用后1个小时内可免疫神威境及以下的幻境。当我服下血丹后，我的脸色并没任何好转，因为四周还是空无一人。我没陷入幻境，或者说控住我的幻境层次超越了神威境。不对，若是神域境的拜神，何须制造幻境来困住我？那问题应该是出在那女孩身上，她在骗我，或者说她脑子不正常，亦或者是她陷入了幻境。苏公子，怎么了？你脸色有点难看。没事，你家还有多远？就在前面，快了。很快，我便随着女孩来到了一处院落。爷爷，苏公子来了。进还是不进？我看着打开的房屋，门后漆黑一片，也给我带来了一丝不安。小哥，进来吧。主人不太对劲，小心点。没有危险，进去看看。各位，此次行动以探查为主，隐秘行动，切莫与迷魂峰发生冲突。一有发现，立刻通知。遵命。这是本座炼制的破镜珠，可以助你们看透幻术，当然也可以通过它来联系本座。好了，分散行动，我会在这里等你们。公主，您不去吗？神域剑的气息掩藏不了，现在还不是本座出手的时机，行动吧。幽姬姐姐，你这是？青姬，你说在召唤我们之前，这两老家伙有没在那凡人小子身上种下标记？那晚他们行为确实古怪，一直想与我们分开行动，不排除这种可能。先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，他们离开的方向可不是公主安排给他们的路线。蓝老魔，那凡人小子的气息就在下面。一个凡人村子，并没异常啊。这里被迷魂煞包裹了，当然没异常了。下面有什么？除了那小子外，还有一个凡人和神威境煞兽。微微，你先出去，我和小哥谈点事。清泉，你没感应到这老家伙的煞气波动吗？他的气息不存在。幻术还能屏蔽感知吗？神威境的拜神，你引我来这的目的是什么？白薇真是你孙女吗？我想请你帮我照顾微微。你若是知晓我的敌人，就不会这样想了。我可以替你清除掉身上的标记。我要是想清除掉身上的标记，并不难，这个忙再加我的生命如何？生命？
这老头难道知道我金手指的功能？是上次逃走那神威镜拜神传出去的，用自己的命来换我照顾你孙女，这怎么听都很荒唐。我不是拜神，而是杀兽。煞兽我见过，没有感情、思想，遵循某种规则行动的怪物。不是规则，是执念。执念。100年前，迷魂峰让整个村子的人引杀入体，而我失败成为了杀兽，意识陷入了永无止境的黑暗中。就在我麻木时，我醒过来了，并发现微微虚弱地躺在家中。我也拥有了守护她的力量。我的执念是照顾微微，我不知道我的意识是怎么恢复的，可能是执念过深，在见到微微那刻，让我的意识暂时恢复了清醒。为了让微微遗忘那段痛苦的记忆，我编织了一场幻境，让她活在了1年前杀星还未降临的日子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。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敢赌意识消散后，照顾微微的执念会不会也消散。用我的命来换你一份承诺，我觉得值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后一走了之？还有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命能打动我？不久前，我遇见一老者，他和我说了一些你的事，从你身上证实了他说的一切。老者，我在村外遇见的球形怪物是你，你入侵了我的记忆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不过长青宫内力为什么没隔绝迷魂煞的入侵？是性质不同的原因吗？我在这里和你说声抱歉，我没有2次选择的机会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你的条件很诱人，但我现在没把握照顾好白薇。若是再加1至2个神威镜呢？以我的命再加1至2个神威镜的命，换小哥你一个照顾他的承诺，如何？你是认真的？拜托了。好，我答应照顾白薇，但伴随我身边注定不平静。老爷子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能跟在你身边，至少还能作为一个人活下去。作为人活下去吗？老爷子放心，在我死之前，我会照顾好微微的。但这里似乎没有其他神威镜吧？现在有了，这在天煞，一道阴煞，一道阳煞，都是神威镜。阴阳双煞，阴阳宫的人，看来身上的标记发挥作用了。猎人与猎物的角色该换换了。斩杀神威镜能获得多少寿命呢？真是期待啊！哈哈哈哈！小哥，我来破防，你来补刀。爷爷，苏公子，你们这是准备出去吗？微微，爷爷和苏公子出去办点事，在家等我们。那爷爷你们快去快回，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下面那只煞兽似乎和正常人没多大区别，奇怪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神威镜的煞兽，仅凭我们2可没多大把握。不一定，那只煞兽掌控的是迷魂煞，我们手中有公主炼制的破镜珠，可看破一切幻境，未必没有把握。可行，不过临行前公主可是交代了，隐秘行动，我们若是和这煞兽对上，搞出的动静绝对不小。若是破坏了这次的探查任务，哪怕我们得到那凡人小子身上的宝物，也没命享用啊！不如发条短信和公主报备下。可以，但你怎么换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方案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好运的小子罢了，他身上有我们的标记，不急于这一时，先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。不好，他们发现我们了！该死，蓝老魔，拖住那煞兽，我去抓那小子。得手后别撤退。小子，上回让你跑了，这一次可没那么好运了。磨灭一缕阳煞，寿命加33年，可惜就差一点。赤血剑什么情况？此地不能久留，撤。
那小子晋级9级武者了，而且他手中的刀怪能伤到我的本源。刚刚就觉得蹊跷，幻境似乎对你们无用，看来是那珠子的问题。但若是幻境实体化，卧槽，要不要这么帅？等我修仙，一定要比这还帅！事到如今，想不闹出动静都难了。那就不跑了，神之威降临。老爷子，我来助你。俺老魔，那煞兽的本源有失，这是个机会。你是说动用阴阳大阵，可那样弄的动静会不会有一点大？煞兽纯肉身强度不比神之威差，等煞气耗尽，维持不了神之威，那我们必败无疑。大点就大点吧，向公主报备，我们这也算是事出有因了。基因，吉阳，镇压，又是这赖皮招，干！力量分流了，压制不住那煞兽，别管那小子了，先将这煞兽给镇压了。可以。老爷子，不躲不是不怕，而是维持阵法动不了。既然如此，制邪君，我的防御结界最多扛3分钟，肉身最多10秒，可要镇压这头煞兽，最少也要10分钟。够了，那煞兽的力量会不断被消磨，你先扛2分59秒，然后再分一道力量将那小子给镇压。一群废物，如此大动静，这次的行动算是废了。不过既然都暴露了，那本座亲自走上一趟，探查虚实。月姨随时准备接应我。看来你那边的行动不太顺利，等我一起行动。迷魂那老家伙的实力远在你我之上。避免出现意外，你守家，随时准备将我拉回宫内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。好，小心行事。封主，是阴阳大阵，阴阳宫的人来了。这是在搞什么鬼？如此光明正大的闯入，试探吗？需要处理吗？派遣4位长老过去处理。遵命。等等，封主怎么了？来了条大鱼，我们可得好好招待下，这出戏别给我演砸了。明白。这是阴阳大阵，制邪君他们找到那凡人小子了，可这动静未免也太大了。就为了一人类小子，他们就不怕破坏这次的计划？动用了阴阳大阵，看来敌人很强，加快速度。这人类小子果然在这。这是神威境煞兽，难怪要动用阴阳大阵。优姬姐姐，我们现在出手吗？现在出手可捞不到好处，再等等。主人，天上又多了2道神威境的阴煞。清泉，帮我用万物笔写一张随机传送符，50年的，可传送3人。交给我吧。老人家，天上还有2个神威境。是老夫贪心了，还想留点力量多陪陪微微。不过这样也好，4个神威境，微微以后的安全更有保障。遗憾的是，不能和微微亲自道别了。表哥，记住你的承诺，替我照顾好微微。这是开大钱的交代后事吗？或许完全可以换一种结局，花费寿命替老爷子维持神智，以老爷子的实力，回报绝对大于投入。他们爷孙俩也不用天人两隔。老爷子，我有办法让你的神智保持清醒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不对劲，轻击出手帮忙，强行镇压那头煞兽。极阴，镇压。这是幽姬和青姬来得这么快。恐怕他们一直在跟踪我们，这样也好，虽多了2个分粥的人，但至少还能喝到粥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很清楚，就让老夫替微微和你的未来铺路。孩子，如果等哪天你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，还请替老夫拯救一番这糟透的世界。我会的。这台车是我唯一能送给你们的了。这新车哪买的？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比亚迪汉，比新车便宜了10多万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上瓜子买特划算。11月瓜子有大价节，上万台二手新能源5折起就能买。这么便宜，靠谱吗？当然，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你试开3天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，买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微微，爷爷不能再守护你身边了，本源归。
移魂紫煞，这个方向是那个村子。不对劲，那煞兽的理智开始变得狂暴。被幻境包裹的村子，狂暴。我明白了，这只煞兽之所以能长时间保留人类的情感，是将自身掌控不了的煞源分流了出去，化作了一片幻境。青姬、幽姬，动用神的力量，不要给他机会，强行镇压他。神之威降临。跪下。而此时，白薇所处的幻境中，张婶、黄爷爷、葛奶奶、小童、二狗，还有大家，再见了。微微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我的微微已经是个小大人了。爷爷很遗憾不能亲自和你道别，苏公子是个值得依靠的人，他会替爷爷照顾你的，不要伤心和难过。爷爷虽然不能再陪伴你身边了，但爷爷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守护你。爷爷，其实微微一切都知道，我想阻拦你，不跟苏公子离开，但他说的对，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。爷爷，你不会死的，我们一定还会再见，一定还会。老爷爷的煞气在暴涨，好强！这是清泉感应到的最强煞气，也是最狂暴的煞气。清泉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雅姐，不好！蓝老魔，幽姬，救我！疯了，这煞兽完全疯了，宁愿承受我们的攻击，也要杀死制邪君。那就看看是他的命硬，还是制邪君的命硬了。制邪君完了。煞源重，消灭一神威境败神，寿命加831年零193天。哦，寿命是神树境的4倍，比预计低了点。老爷子，我来助你。不用，5刀即可。他盯上我了。幽姬姐姐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。怕什么？那煞兽的状态很差，杀死蓝老魔后，他也离死不远了。清泉，上货了。消灭一神威境败神，寿命加921年，当前剩余寿命1991年零270天。老爷子的状态不太妙，得减轻老爷子的压力。主人，快跑！有大量神威境在靠近，还有一道气息比老爷子还要强大数倍。比神威境还强大数倍，不会是神域境吧？还有多远？最多1分钟。老爷子，快走！有神域境败神靠近。是公主吗？不清楚，不过此地不能久留，走。老爷子，我们快回去，带着白薇离开这。老爷子，小哥，我快压制不住暴动的本能，杀了我，用我的力量照顾好微微。坚持住，我有办法抑制。就在我准备掏出万物笔时，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。别浪费寿命在我身上了，我很清楚侵蚀我意识的是什么存在，小心神域境的煞兽。微微，再见了。消灭一神威境煞兽，寿命加1399年，当前剩余寿命3350年零270天。爷爷，白薇，主人快走，他来了。奇怪的煞兽，奇怪的凡人小子。封主需要追击吗？正事要紧。离魂老儿，你杀我阴阳工厂了，这事本座需要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不要说我没杀几只蝼蚁，哪怕杀了你又能如何？这便是我的交代。哼！神之玉，开！你和月影榜一块确实很强，但仅凭你一人，简直是找死。神之玉，幻梦空间。通知血肉道观做好收网的准备。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
那老家伙的实力和以往没多大区别，还是有区别。他的煞气运转有点生硬，再跟他身边还带有不少神威境的长老，应该是借用了那些长老的煞气来战斗。迷魂那老家伙或许真的受伤了。你派遣出去的长老有探查到什么消息吗？一部分城池中有血煞的残留，而且不难看出有战斗痕迹。你怎么看？这是个机会，吞并迷魂峰的机会，不过避免是个陷阱，将消息传给无情庄，一同瓜分迷魂峰。可行？你都看见了，那你恨我吗？你爷爷他死在了我手中，那都是老爷爷自己的选择，不能怪主人。我知道爷爷他快坚持不住了，那是爷爷的选择，也是我的选择。这丫头似乎知晓他爷爷的身份。主人，那姐姐手中的瓶子有类似煞气的气息。煞气？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跟在你身边，至少还能作为一个人活下去。我从怀中掏出一枚血丹和一片布料，用万物笔写下：服用炼化12小时后，可使一个普通人晋级至9级武者，无副作用。是否消耗1000年寿命？强化超级血丹。强化成功。当前剩余寿命2350年0270天。白薇，我答应过你爷爷照顾你。我是幸运也是不幸的，这个吃人的世界，在我没有绝对力量前，跟在我身边很危险。人人都想获得力量，好在这个糟透的世界活下去，但力量也分很多种。老爷子曾和我说，他希望你作为人活下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苏公子，我明白，谢谢你。我这是被误解了。白薇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主人，我们接下来是去皇城修仙吗？皇城要去，不过不是去修仙，而是看看能不能在皇城安顿好白薇，将薇薇姐带在身边不就好了？你忘了你的幸运天赋了吗？现在的我们连自保都很难。新手机啊，旧的那台呢？我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2年多的苹果12 Pro， 还卖了3000多呢。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更要修仙了。我们有2000多年寿命，刚好可以强化修仙功法，并利用寿命来加速修炼呀。这样还可以顺带照顾薇薇姐。我可没说不修仙，既然我的金手指是概念级，或许可以改变下思路，以战养战，迅速崛起。我从怀中掏出一枚血丹和一片布料，用万物笔写下：强化方向，转变为雷电法则，具备成长性，可通过消耗寿命来提高雷电法则的强度。是否消耗2000年寿命强化？乖乖，2000年，甭的说，直接梭哈。强化成功，当前剩寿命350年0270天。黑夜特工版雷电法则，在体力耗尽前，你将化身雷电，成为煞气的克星，并可消耗2万年寿命突破至第2重。温馨提示：驾驭它，你需要一副强壮的身躯。多少？2万年？隔壁大帝活出第2世也才2万年寿命，就这还是第2重，第3重不得10万年打底呀。若是1分寿命1分货的话，岂不是说明很屌？可这玩意怎么用？主人，你要不要试试一口闷？干，拼了！马哥，你看那边，不是天雷，而是从地面爆发的雷电，难道是异宝出世？我去看看。马哥，那雷电中好像有人。消灭一神数境败神，寿命加148年。又是令牌，还是不错，没有化作灰烬，可以用作强化装备的材料。风紧扯呼，分开跑。消灭4名神体境败神，寿命加210年，当前剩余寿命708年0270天。体力大概消耗了1/20，在不考虑体力的情况下，哪怕面对神之威，也有把握破防了。主人好帅呀！吃了这么多煞元，有领悟到新天赋吗？清泉也想领悟新天赋，不过吃下去的能量都被老天赋分走了。现在我的感知范围扩大到了2万米，至高形态的话，差不多有神术境的战力。方圆20公里的感知范围，妥妥的狩猎神技啊！鱼上钩了，大战将起，风烛有力，速回峰内。鱼儿大战，迷魂峰这是给哪个倒霉孩子下了套？
不管是给谁下的，这或许是个收割寿命的机会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要将白薇给安顿好。现在带他在身边，对他来说很危险。想到此，我决定先带白薇去皇城。若是皇城确实安全的话，那我便返回迷魂峰，浑水摸鱼。你脸色很难看，是身体没有达到平衡吗？不应该啊，两种不同的飒元会在体内形成对立，从而达成平衡。这一点我在其他拜神身上得到了证实。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死了，被我亲手干掉的。我在担心什么？我的情况有点特殊，需要尽快吸收第3种煞元，否则有失控的风险。我明白了，阴阳二煞属于同源，迷魂煞当你第3种煞元如何？阴阳宫那边开始行动了吗？不止阴阳宫，还有无情庄。若是操作得当，这将是我们崛起的最佳时机。你的意思是？正如你心中所想。我明白了。苏沫那孩子还在迷魂峰吗？离开了，看方向应该去了皇城，身边还多了个凡人女子。看来那老家伙也死了。清泉，这皇城中有没有煞气的存在？母煞和子煞都有，而且有好几道煞气气息，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。皇城也沦陷了吗？苏公子，其实我可以照顾我自己的。傻丫头，想什么呢？你现在可是9级武者了，换做别人，我可舍不得抛下这等战力。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很危险，我希望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我回来后，我教你修仙如何。清泉，那些煞气都是什么境界？从觉醒境到神威境都有，但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个很像。